判断目前为婴儿，不具备自我生存能力，可捕获周围的生命体，保护主人成长。捕捉到生命体3个，开始进化。一次进化完成，正在持续进化当中。就这样，一个婴儿和3头进化生物在这深山密林里住了下来。他们每日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寻找各种野兽，前来给婴儿喂奶。这个婴儿也在4个特殊保姆的照顾下，开始茁壮成长。小龙，没错，这头神龙模样的便是当年那头开始进化的巨龙，只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进化，让它拥有神龙姿态。小虎，嘿嘿，整整9年了，我今天就毕业了吗？勇敢的少年啊，你比我想的更加努力。本来估计要10年的时间，你9年就成功完成了课程，今天就可以毕业了。唐朝嘛，真的是期待啊！站在小龙的脑袋上，虾人看着远处的日落西山，眼中满是期待之色。小龙上来，走吧，小虎，我们该出发了。怎么回事？勇敢的少年啊，按照我们穿越的时间推算，现在应该是贞观元年，唐朝皇帝李世民刚刚登基，目前应该是突厥协力可汗起兵进攻长安的时间。走，小虎，我们去看看。这是……虾人愣住了，一眼望去，尸横遍野，地面上满是大唐百姓的尸体，老人跟男人被直接杀死，而幼童的话都缺少了4肢。那孩童的4肢被突厥士兵当作口粮给收集起来了，因为在突厥人的眼中，汉人就是4脚羊，成年人、老人口感肯定不好，故此婴儿孩童是最好的选择。至于女人的话，则是全部衣衫不整，惨状难以用语言描述。虽然在系统的资料中看了无数这样的记载，但是现在亲眼见证这样的惨状。小虎，随我杀敌！就在虾人追杀突厥大军时，长安城30里之外的渭水河畔，可汗，你说那李世民会亲自前来吗？他若是不敢来的话，那就是懦夫。如此的话，也就没有商谈的必要了。启禀可汗，前方10里处，李世民带着6人正在向着渭水而来。在他们的面前，便是突厥整整齐齐的20万铁骑，手持弯刀，上面鲜血嫣红，散发着血腥之气。好一个李世民！陛下，你是协力可汗，你居然胆敢撕毁盟约！哼，仇王败寇，国家之间只有利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道义。若是今日你不退去的话，那就鱼死网破。即将步入冬季，若是你们突厥大军被我大唐牵扯在这里的话，那谁死谁灭还不好说。协力可汗皱眉，李世民说的没错，不过他清楚的知道一点，那就是大唐长安城现在兵马不过是数万，就算是要退去，他也要拿到该有的好处。也就是在协力可汗沉吟的时候，李世民的身后一阵阵马蹄声响起，只见远处一束唐字的旗帜正在随风飘扬，只见一队队整齐划一的大军正在踏步而来，军容整齐，气势如虹。整个渭水河畔都陷入了沉默。实际上，他们在等，李世民也在等。启禀可汗，李世民，你居然敢骗我！本可汗差点就被你给骗了，
什么强军，只不过是伪装出来的而已。整个长安不过是数万大军，都是些老弱病残。果然，你们中原人就是诡计多端。协力可汗大怒，若不是因为自己在长安城的内应将消息传达出来的话，他或许真的会被李世民所吓到。李世民脸色难看，本以为要成功了，但是没想到居然这样就暴露。杀！儿郎们，杀呀！谁杀了李世民，赏金1000两，美女100元，攻入长安城，有无数的钱财，无数的女人，先到先得。诸位，还愿随朕一战吗？愿随陛下，万死不辞。看着周围一个个倒下的大唐将士，李世民眼中满是愤怒以及悲愤，但是更多的是绝望，因为这样的局面兵败如山倒，无外乎如此。要不了1炷香的时间，他们这数万老弱病残都会全部命丧于此。陛下，你快走，末将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护送陛下以安全退去。不行，朕不能走。身为一国之君，朕绝对不能放弃长安城内的无数百姓。我突厥男儿的勇武，岂会是这群中原4角羊可以与之相比的？协力可汗的话语中充斥着对大唐军队的不屑。玄武门之变刚刚结束，整个长安城损失惨重，同时天下凄凄然，民心不稳。否则的话，突厥固然强大，但也不至于给大唐打这种胜。可汗，哼，惊慌失措的，成何体统？可汗，不好了，玉门关被人攻破。难道是大唐其他地方的军队来支援了？不对，根据情报，大唐就算是有军队支援，那也要10天半个月的。我们驻扎在那里的数千铁骑全军覆没了。报可汗，元州被攻破，我们留在那边镇守的上万大军已经全军覆灭了。报可汗，灵州告破，上万大军全军覆没。报可汗，凉州告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方杀来100跑小将，手持长枪，坐跨白虎，已经杀到了泾阳。你说什么？在这一声虎啸之下，突厥铁骑胯下的战马全部都暴动起来，马蹄不停地踏动，显得很是焦躁不安。杀！这怎么可能？谁若是可以拿下他的人头，赏黄金10000两。随着突厥号令发出，一群群的突厥士兵直接将虾人给包围了。粗略看下来，至少成千上万，可以说是人山人海。这般铁骑洪流之下，别说是一个人，就算是10个秦琼、100个秦琼，估计都是要折戟沙场。小虎往那边冲！此人到底是谁？简直就不敢相信，他居然这么强大。不知道，不过看身形，应当还是一个少年。这般年龄居然就有这样的勇武，简直就堪比当初的西府赵王了。这个白袍小将军比当初的4弟还要强大，不过这少年怎么感觉这般熟悉啊？陛下，这是好机会，这小将军一人就把突厥后方给搅乱了。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反攻。李世民双眼一亮，他之前要屈服，完全就是为了大唐几百姓，不然的话，以他的性格，可不是那么容易屈服。故此，现在听到了李靖的话，他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有事发号施令，全军反攻。末将领命。上！你们都上！杀了他！杀了他！不要过来！
这就结束了吗？赢了！我们赢了！全场大唐将士们都是激动的喊道。虽然他们损失惨重，但战果也是卓越的，同时也算是彻底保全了长安城。不过，当战争结束之后，众人这才发现，之前在战场上横扫万军的那个年轻小将，居然不见了，就好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战场之上出现的那名白袍小将，查到身份了吗？还没查到，因为当时我军离得太远，没有看清他的模样。不过，从边疆传来的消息，这名白袍小将是从北方边疆一路杀过来的，从玉门关到渭水河畔。这名白袍小将总共斩杀突厥大军近乎10万人。当时稍微靠近的将士们说，他看着年龄估摸10来岁左右，这样的人太可怕了，因为他的实力真的就是可以在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啊！没事。那位小将军一路之上杀了近乎10万突厥，就说明他应该是属于我们这边的，这是好事，说明我们大唐人才济济。只是可惜了，这样的强者应该是不喜爱世俗名利的，否则的话，有这么一位小将军在，我大唐偌大的边疆，何人胆敢垂涎啊？不过这小将军拯救了大唐，自然是需要论功行赏的，颁布告示，将那小将军绘图，然后天下寻知，一定要找到这位大唐的恩人。臣等遵旨。对了，陛下，有人在战场中心，也就是那名小将灭杀颉利可汗的地方，发现了一个东西。从被俘虏的突厥军口中得知，这东西好像是那个小将军遗落的。哦，快呈上来。陛下，陛下。看着李世民的模样，大臣们都愣住了。但此时长孙无忌看着李世民手中的龙形木雕，脸色大变，好像一瞬间想到了什么。看着手中的木雕，李世民的双手都在颤抖，眼眶通红，良久，一滴滴的泪水随着李世民的眼角滑落。陛下，这难道是？没错，这是仙儿的。当年他出生的时候，让宫中的雕刻匠人陈公公亲手制作的。王生，快去将陈公公喊来。老奴参见陛下。入宫之前，他是一个有名的雕刻大师。当年秦王长子降生的时候，李渊高兴之下，就让陈公公亲自雕刻了一枚龙形木雕。陈公公，你快看看这木雕是不是出自你手？陈公公一生之中雕刻了无数的作品，但是在他接过这一枚玉佩的时候，就是一瞬间脸色大变。这是大皇子的，老奴不会认错的，因为大皇子出生的时候天降祥瑞，祥云为佑，象征着大唐崛起腾飞。太上皇高兴，就命老奴雕了这枚龙形木雕。这花纹，这气质，这雕刻手法，全天下仅此一枚。老奴花了1个月的时间打造了这枚玉佩，然后在大皇子满月的当天就发生了那件事。真的是仙儿。李世民没想到的是，这个凭一己之力冲杀20万大军，斩杀了颉利可汗的少年，竟是自己的儿子。这难道是？没错，是仙儿。说话间，李世民将今天在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长孙皇后。香儿，我的香儿啊！这9年一定是吃了很多苦，没有母亲在，他是不是一直都吃不饱穿不暖？香儿这么厉害，练武一定很累的吧？关英弼，你放心，朕已经让府机去寻找仙儿了。仙儿既然出现在了渭水河畔的战场上，那想必就在这长安城或者关内道。系统，我这是怎么回事？为何之前看到李世民的时候，我心中会莫名其妙的生出一股抗拒呢？主人，这种反应系统无法做出解释，毕竟生命充满着无数的未知。虾人打算进入长安城，怕小虎他们吓着百姓，生下这驴是虾人在战场上顺手牵驴的，同时还让系统进行了第1次进化，直接变成了赤兔那种等级的宝马。那是什么？虾人这才想起来，突厥入侵，沿途数10座城池全部被屠戮一空，而逃走的百姓自然也就流落成为了难民。这或许只是一部分吧。难以想象10几万甚至数十万难民，那是何等惨状，一子而食估计都是常见吧。虾人心中感叹，尤其是看着一些稚嫩的婴儿被母亲抱在怀中不停地喂奶，但已经被饿成皮包骨的母亲哪里还有奶水喂给婴儿喝呀？甚至还有一些母亲一边哭泣一边割破手指让孩子喝着自己的血液。我或许暂时找到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了。小龙，小龙微微张开嘴，而后从他巨大的龙嘴之内
一块块巨大的金块全部落在了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金块在闪闪发光，让人觉得刺眼。而后从它巨大的龙嘴之内，一块块巨大的金块全部落在了地上，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金块在闪闪发光，让人觉得刺眼。这位公子，你想要点什么？来你们这里不买粮食还能干嘛？虾仁翻了翻白眼，他对这些世家大族谈不上好感。虽然说他们罔顾百姓生死，但虾仁也不能道德绑架不是，必须要他们将钱财拿出来救济百姓，只是单纯的对他们不作为感到不爽而已。是，公子说的是，不知道公子想要买多少？你们长安城内有多少储备粮食，本公子都要了。什么？全部都要？实在是金子这东西对虾仁来说简直就跟路边的石头没啥两样，因为小龙可以进入地下河流随意来去，深藏在地底深处，人类无法触及的宝藏虾仁都可以随意取出来。而后没多久，一车车的粮食从粮店运送到了长安城北门难民营的一处院子，那是虾仁在买粮食前就购置好的，专门用来放置粮食。长安城北门外，一群群的壮汉正在搭建凉棚。少爷，您看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可以了，这么多粥棚应该是够了。你去告诉百姓们，全部来北门。少爷，要不是你的话，那我们根本难以在长安城生存。好了，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去办吧，不然的话，每晚1分，或许就会多一个百姓饿死。快！城北虾少爷施粥，大家快去啊！快！听说了吗？城北虾少爷施粥，只要去的人都可以吃饱饭。虾少爷，长安城有这么一位少爷吗？去了北门，是否真的会有吃的？抱着这样的想法，一个个的百姓都前往了北门，整个长安城巡防营都被惊动了，因为10几万的难民一起动作，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万一是暴动的话，那简直就是要捅破天了。快，赶紧去查这些难民到底要干什么！嗨，这才刚刚将突厥打走，要是难民都暴动的话……就在巡防营动作的时候，北门外此时已经汇聚了无数的百姓，他们看着一个个的粥棚，眼中满是期盼。啊，香，好香啊！居然还有肉！到底是谁家的公子哥可以这么大气？诸位，突厥入侵我大唐，导致北方百姓流离失所，我家公子于心不忍，故此豪掷千金，将长安城内的粮食全部收购一空，今日将在这里施粥赈济。这位大人，这些肉粥我们都可以吃吗？他这种年龄，历经2个朝代，也见过无数善人行善，但是像虾仁这种粥水浓稠，其中还有肉末，简直就前所未见。别叫我大人，我也是难民之一，幸而得到我家公子的看重，任命为施粥的管事。公子说了，从今日起，长安城10几万的流民绝对不会再饿死一人。当一碗碗的肉粥被端到了百姓们的面前，他们这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孙儿，快喝了，喝了之后就不会饿了。老人家，没事的，每个人都有。对了，看到那边的座位了吗？你可以带着你孙子在那边喝粥，保证管饱。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呐！不要如此，您要谢的话，就谢我们少爷吧。少爷，这位就是虾公子吗？老人家看着虾仁，显得很是惊讶，没有想到虾仁居然这么年少。没错，老人家，这位就是我家公子虾仁虾少爷。难民们都看向了虾仁，眼中满是激动之色，但是更多的是感激，尤其是最终还未咽下去的肉粥，更是让他们热泪盈眶。多谢公子，多谢公子啊！我等多谢公子大人。一时之间，好似连锁反应，全场的难民百姓们全部都是齐刷刷的跪倒在地了，看着面前的虾仁，他们眼中满是崇敬。使不得，老人家不必如此多礼，这只是举手之劳罢了。公子，您绝对有资格承受我们的一拜。若不是因为公子你的话，我们这些人不知道还可以苟延残喘多久。一夜之间，虾仁将整个长安城的粮食全部买下，收购这些粮食就是为了救济灾民。有人可以救济难民，这对于长安城的安稳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事关10万难民，要是招揽流民祸乱江山的话，准备一下，我这就进宫面圣。启禀陛下，
昨天一夜之间，长安城市面上的粮食、肉类全部被一个叫虾仁的小子收购一空。他用这些粮食在北门外搭建了上百个粥棚，对10万的百姓进行施粥。末将前来禀报，怕此人故意收买民心，意图谋反。查清楚了吗？那人到底是谁？末将无能，只能查到这个虾仁是昨天才进入长安城的。关于他之前的资料以及来历，一点线索都没有。你说那虾仁是昨天进城的？是的，陛下。属下去询问过北门守将，那虾仁确实是昨天黄昏时刻突厥大军团灭之后进城的。因为昨天城门重开之后，进入长安城的人寥寥无几，所以末将记得十分清楚。那虾仁年龄几何？10岁左右的少年郎。难道真的是他？李世民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居然来得这么快，本以为要花费一点时间才可能找到虾仁的，但是没想到虾仁没有离去，而是直接来到了长安城。王统领，你先退下吧。末将遵旨。王公公，你说朕要不要去见他？万一他不是虾儿怎么办？又或者他是虾儿，但是不愿意认朕这个父皇怎么办？陛下，是与不是，去看看就知道了。去请皇后，然后换上便装，陪朕出宫一趟。对了，不要告诉皇后是去做什么的，就说朕带她出去逛逛。还是不要过早的给观音婢期待，如果不是夏儿的话，怕她会承受不住啊。陛下，您看那边就是施粥点了。这施粥之人至善呐，如此多的粥棚，整整10几万的百姓，这到底要花费多少钱财呀？普天之下可以随意拿出这么多钱财的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谁会舍得了。那孩子呢？他在哪儿？陛下，这里看不到，我们需要下去。行走在宽阔的平原上，无数的百姓背靠枯树岩石等等，捧着手里的肉粥，小心翼翼地喝着。看着一些孩子受的只是苦头，但此时却在母亲的怀中高兴地喝着肉粥。长孙皇后只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二郎，你说虾儿会不会也这样过？没事的，那孩子连当初落下渭水都没事，想必吉人自有天相。陛下，就在那里了，那个凉棚下面正在给百姓施粥的少年就是虾仁了。而此时虾仁早就注意到他们了，毕竟3次进化的虾仁早就是超人一个，感知十分的敏锐，甚至之前周围调查的暗卫人员全部都在虾仁的掌控之中。对于这样的事，虾仁并不意外，只是没有想到李世民会亲自前来。又来了，是这具身体抗拒，还是我自己抗拒呢？怎么看到李世民，我就有想转头就走的冲动呢？是他，就是他。陛下，那孩子是谁？他就是出钱给难民们施粥的少年。走，观音婢，我们上去看看。随着他们的脚步接近，逐渐看清楚了虾仁的那张脸。长孙皇后浑身一颤，瞳孔猛然收缩，身体都僵硬了起来。那张脸太像了，那张脸简直跟二郎少年时一模一样，就像是一个模子雕刻出来的一样。他难道是？观音婢，先别着急，看看再说，克制一下自己，不然的话会吓到他的。你好，小兄弟。你好，看你们的样子也不像是什么难民，请问你们前来有什么事情吗？既然李世民想要隐瞒身份，那就陪他一起演呗。看了看拉着李世民手的长孙皇后，虾仁一下子就认出了他的身份。不过不知道为何，看到长孙皇后的时候，虾仁的心不由自主地悸动了一下。小兄弟，听他们说你叫虾仁。小子是叫虾仁，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有什么指教吗？没什么，只是听说这长安城北门出现了一位大善人，拿出万金收购了整个长安城的粮食来救济难民，此乃无上功德，所以这才想来认识一下。诸位要不要坐一下？虽然这里环境不好，但位置还是干净的。他们两人一直都是盯着虾仁看，终于虾仁忍不住了，直接询问。那什么，我想问问两位为何一直盯着我看？哦，没什么，不过我们可以问一件事吗？夏公子，你家中还有亲人吗？没有，我是孤儿，从小到大一个人长大。那你的名字呢？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我是当年被师尊收养的，师尊在捡到我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现了一枚龙形木雕，然后师尊就取天地为名，名唤虾仁。
孩子，这个是你的吗？昨天的时候就发现这木雕不见了，估计是丢在战场上了。那木雕最多也就是可以帮我找到亲人，但是按照系统所说，发现我这具身体的时候就已经死透了，甚至是被淹死的。一想到这里，虾仁就对找回亲人没有什么想法。他虽然是后世人的灵魂，但是却完全融合了这具身体，所以一想到自己当初被淹死的遭遇，虾仁就对自己尚未谋面的亲生父母没有什么好感。没错，这确实是我的，从小就一直被我挂在脖子上。既然是你的东西，那就物归原主了。不过虾公子，这枚木雕既然是你从小就带着的，或许可以解开你的身世之谜，找到你的亲生父母，所以你还是好好保存的好，不要弄丢了。没事，我现在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不想回去找他们。为什么呢？难道你就不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吗？毕竟天底下的母亲怎么会不爱自己的孩子呢？或许他们没有陪伴你，是另有原因的。师尊说，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被水给淹死多时了，成为了冰冷的尸体。最后还是师尊施展手段，将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不管他们有什么理由，但是我只知道，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是活生生的被淹死的。好了，两位，我还要去继续给百姓施粥了，你们可以坐一会儿。若是没有事情的话，小子就不送了。看着虾仁的背影，这一瞬间，长孙皇后忍不住了，泪水不停地涌出。她要站起身，要冲到虾仁的面前，告诉他自己是他的母亲。但是长孙皇后却被李世民拉住。陛下，为何你不让臣妾跟孩子相认？9年了，整整9年，他都是一个人孤独的长大，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是我们的错，当年都是我们的错。一个婴儿，当年被丢入渭水，那是何等的绝望以及痛苦。若不是因为夏儿遇到了他的师尊，那陛下，这到底该怎么办？难道就一直不跟夏儿相认吗？他已经吃了那么多苦了，臣妾。但是他也知道现在不合适，因为虾仁好像对他们这对亲生父母很是怨恨。现在要是告诉虾仁真相的话，那后果难以预料。陛下，末将倒是有一个办法，快说来，要是可以的话，朕必然重赏。陛下，现在已经确定大皇子就是当初在渭水河畔力挽狂澜的小将军，同时这一次他还拿出万金来赈济灾民，这种种功劳，陛下完全可以用这些来封赏大皇子，让他入朝为官。这样的话，日日相处之下，感情必然会有所深厚。到了那时候，再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告诉大皇子不就好了？是啊，没错，这是一个好办法呀。这样的话，朕岂不是天天都可以看到虾儿了？不对，早朝还有休沐呢，要不将休沐取消？长孙皇后也是心情激动，虽然很痛苦，虾仁还无法叫她一声母亲，但至少知道儿子是安全的，以后还可以经常看到，这就足够了。不过陛下，当时您怀疑大皇子的身份，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的。若是大皇子入朝为官的话，那难免可能会暴露。没事的，等会儿回去的时候召见一下府基，就让他放出话，说你们安危已经查清了，虾仁不是大皇子，只是偶然间得到了木雕而已。这事关皇家血脉传承的事情，若是确定了不是真的，那给他们10个胆子，也没有人再敢议论，不管是明面上还是私底下。目前满朝文武当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就是长孙无忌、李君宪以及跟随李世民去见虾仁的贴身护卫跟太监了。数日之后，长孙无忌从皇宫带着一卷圣旨，领着一批仆从侍卫，直接前往了北门。没想到当年认为必死的孩子居然回来了，而且还是用这样的方式，这是大唐之福啊！虽然长孙无忌是一个老狐狸，很在意自己的利益，但跟长孙皇后的兄妹之情十分深厚。只要是长孙皇后的儿子，他都会尽力辅佐他们登上皇位。哪怕是后来的李承乾以及李泰失去了继承皇位的机会，但最终他还是帮助李治上位。而现在虾仁出现后，让长孙无忌将目标放在了虾仁的身上，因为虾仁目前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都是十分出色的。公子，有一个人想要见你。谁？难道又是那几个人吗？这位先生，你是？虾公子你好，本官长孙无忌。什么时候我这里这么受欢迎了？而且来的还全部都是大唐最顶尖的人物，从皇帝、皇后，然后又是文官第一人，原来是长孙大人。不知道是长孙大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了。
长孙大人，不知道你今日前来有什么事情吗？这难道是奉陛下之命前来向虾公子宣旨？什么圣旨？我的天，陛下居然要给虾公子圣旨，是什么？是封赏吗？肯定是封赏啊！虾公子可是大善人，功德无量，做了那么大的善事，陛下肯定是知道，所以前来封赏虾公子了。果然，李世民应该已经知道我是那天的白袍小将了。虾公子，陛下知道，像你这样的世外高人，是不喜被世俗所拘束的。所以陛下说了，公子你不需要担任官职，也就是不用管事，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比如这些百姓，若是公子你愿意加入大唐的话，那大唐就会全力帮助你安顿这些百姓，总比公子你一个人来做要快捷轻松很多吧。不得不说，长孙无忌果然是老狐狸，他也看出来了，虾仁对权势不看重，所以就另辟蹊径，找了另外一个理由让虾仁留下。虾仁看了看周围的百姓，看着他们眼中的期盼，最终对长孙无忌点头。那长孙大人，我是要跪下接旨吗？虾仁皱眉，这接旨是没有问题的，但要是真的要他跪下的话，那绝对不可能。他宁愿抗旨不遵，甚至跟大唐为敌，都不会下跪。男子汉大丈夫，只拜天地父母，其他的人没有资格让他下跪。虾仁可不知道，那李世民就是他的父亲啊。不用，我大唐本就不兴跪拜礼，而且陛下说了，就算是日后遇到要跪拜的场合，虾公子你都可以免除，见官不跪，见地亦不跪。长孙无忌察言观色，看到虾仁一皱眉，当下就是连忙说道。实际上，这种细节小事，李世民并没有说，一切都是长孙无忌临时自己加上去的。那就多谢陛下了。李世民还不错，挺会做人的。若是这样的话，勉为其难的当个官，貌似也不难。尹氏虾仁年仅9岁，于突厥大军兵临长安之日，单枪匹马从玉门关南下，一路上攻城夺战，战无不胜，灭敌10万，更是在渭水河畔斩杀突厥协力可汗，同时善心传天下，救难民无数，册封赐为一品国公。虾公子居然是前些天击杀竭力可汗的少年英雄，我们运气真好，居然可以追随这样的大英雄。当初只是被虾仁的善心所震动，决定跟随，但是没想到这次的决定居然这么正确。臣谢陛下。将北门周鹏的事情暂时交给臣服打理了之后，虾仁随便带了10几个人，就跟着长孙无忌进入了长安城。作为大唐的国公，自然是会有自己的府邸的。这些李世民提前就安排好了。不过府邸的选址又是一番震惊，因为那里是曾经的秦王府。因为你暂时没有官职，所以这官服就按照你的爵位来做的。不错啊，这绣工。这傻孩子，这一身官服可是你母亲日以继夜的为你亲手绣的。那虾国公，本官就先告辞了。明日寅时，虾国公你需要前往朱雀门等待上朝。所以寅时也就是3点到5点的时候，就需要去宫门外等候了吗？这早朝也太辛苦了吧！在管家的引领下，虾仁浏览了整个国公府，甚至在后院还有一处山峦密林，以及一个巨大无比的湖泊，风景秀丽。不愧是曾经的秦王府，这规模，将这里定为禁地，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任何人进去，知道吗？是。小龙，日后你就可以待在这里了，环境还不错吧？喜欢吗？嘿嘿，好了，你们以后就待在这里吧，没事的时候可以出去玩玩，但千万不要吓到普通人啊。父姬，怎么样了？那孩子答应了吗？启禀陛下，大皇子已经答应了，他现在已经住到了秦王府。陛下，明日早朝，臣妾可以躲在木帘后面看看虾儿吗？娘娘不可啊。没事的，观音婢，明日早朝结束，朕会找机会将他带入后宫，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了，甚至我们一家人还可以一起吃顿饭呢。多谢陛下。不行，既然明日和虾儿一起吃饭，那臣妾定然要亲手给他准备一桌丰盛的菜。我现在就去琢磨。说话间，长孙皇后直接离去了，甚至都没有跟李世民行礼。这些年苦了观音婢了。有点佩服这些古人了，居然可以无视床的温暖起那么早。有点佩服这些古人了，居然可以无视床的温暖起那么早。看来这古代就算是当官，那也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啊。大唐强大不是没有道理的。啊，这便是那传说中的白袍小将吗？简直不敢相信，就是这么一个少年，居然在万军丛中斩杀了竭力可汗。确实让人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霸王在世啊！夏公子，我们这是第2次见面了吧？你是？我是程咬金，当日可是得亏了夏公子，不然的话，或许老程那一次就死了。此时，好几个人都走了上来，他们都是当初在战场上有过一面之缘的，虽然只是远远的看过，但确实算得上是见过。是啊，
我等多谢夏公子。各位将军，当初那件事只是举手之劳罢了，更何况现在小子也是大唐的官员，日后算是同僚了，这感谢之话就算了。对，现在可不能叫虾公子了，而是要叫虾国公。诸位将军在聊什么呢？我说你这老货，今天是怎么了？平日里不是瞧不起我们这群武夫吗？长孙大人又见面了。夏国公昨日匆匆一别，是因为有差事在身。今日下了早朝的话，若是有时间，可以去本官府中一聚，本官定然会扫榻相迎。就这样，因为长孙无忌的缘故，文官集团的人都开始往这里靠拢。而长孙无忌也不放过这个机会，直接开始介绍各种文官给虾人认识。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像是长辈在给后辈介绍大人物一样，有让他们关照虾人的意思。虽然虾人不需要，但是长孙无忌却是这么做了。怪哉，长孙老货今天是怎么了？招揽吗？这根本就不像啊，他好像是在培养虾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可能是夏国公比较得长孙大人的喜欢吧。开局居然这么顺，按照套路，不应该是各种大臣跳出来对我，然后我这个主角疯狂反击打脸吗？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莫名其妙的，虾人就发现自己好像贼多朋友。夏爱卿今日第一次上朝，感觉如何？虾人看到我的时候，居然不惊讶，难道当时在北门，他就认出我来了？多谢陛下挂念，感觉还不错。诸位大人也对小子十分照顾。本以为这一次上朝，或许会有不开眼的会对我下绊子，小爷我都准备好了，大不了一怒之下远走高飞。但是没想呀，所谓的不对付根本就没有出现。不管是武将集团还是文官集团，好像都对我不错。对了，皇后想要见见你，下了早朝之后就留在宫中吃一顿晚饭吧。那臣就却之不恭了。启禀陛下，长安城内本来有10几万的流民，但是这些天无数流民开始涌入长安，即将突破20万人。这要是不限制一下的话，那可能会发生不可预料的巨变。众人都是齐刷刷的看向虾人，流民暴增，其实跟虾人是有关系的。就因为虾人一直都在施粥，周围各地的流民都听说了在长安可以吃饱饭，故此全部都集中到了长安城。夏爱卿，这件事你怎么看？启禀陛下，不只是这20万流民，就算是整个大唐因为突厥而产生的所有流民，臣都有办法可以安顿好他们。夏国公，虽然您实力强大，有着万夫不当之勇，但是这一次因为突厥，我大唐多出来的流民整整多达50几万，这么多的流民如何安置啊？他们日常所需的粮食倒是好说，虽然国库财政不足，但从江南等地调配的话，支撑几个月不成问题。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还有重建家园、房屋等等，都是需要海量的钱财。我们大唐现在没钱呢。是啊，夏国公，此战我们大唐损失惨重，单单就是各地的城防修缮，就基本掏空了国库啊。启禀陛下，臣只需要足够流民吃13个月的粮食，然后就可以帮助流民重新建设家园，同时3个月之后让我大唐腾飞，强盛10倍。不只是解决流民的问题，甚至还可以让大唐腾飞，强盛10倍。3个月，这怎么可能做到？李世民担心地看着虾人，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的话，对他会造成影响。甚至李世民都开始想，怎么去帮助虾人将这句话圆过去，就当没有说过。夏国公，这个玩笑可不好，我们还是好好商谈一下解决之策吧，诸位。没错，孩子的玩笑之语，大家别当真啊！罕见，简直就是前所未见啊！程咬金居然跟长孙无忌站在一条战线上了，两人居然在一起维护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看着大家的一片好意，尤其是程咬金在那里插科打诨，虾人就忍不住笑出声。嘿嘿，这样也不错，本就不喜欢勾心斗角的，因为比起勾心斗角，我更喜欢直接用暴力解决。启禀陛下，既然大家不相信的话，那不如让微臣表演一下，想必大家就可以知道微臣的能力了。虾人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秘密，第一个秘密就是系统，第二个秘密就是小龙、小虎和坤坤，实际上这算是半个，因为小虎已经暴露过了。第三个秘密就是自己来自后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哦，李世民来了兴趣，实际上他最感兴趣的就是虾人口中有起死回生之能的师尊。夏爱卿，不知道你想怎么试呢？植物吧，随便一个植物都可以。师尊除了教导微臣琴棋书画、兵法、武学等等，也就唯独教给了弟子一门仙术。
或许有人会说，这种金手指不应该是秘密吗？怎么可以随意的暴露？但实际上就是，除非我一直不用，不然的话，这个能力迟早都会暴露。比如进化各种物体，甚至是人。毕竟进化之后的人都会远超常人，是超级士兵。与其各种编造理由隐瞒，倒不如一开始就将一切布局好，直接将这说成了是仙人师尊教授我的仙术。什么仙术？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仙术？他们刚想反驳，但是突然想到，虾仁当初一个人收复了32座城池，斩杀10万突厥的恐怖战绩，何尝不是神话呢？诸位大人，相信与否，看看便知。小蜜蜂是主人，是否选择进化方向？选择生长方向的进化。进化方向选择成功，开始进化。这是什么？启禀陛下，臣这仙术还有诸多妙用，比如陛下若是给臣足够的粮食种子，那臣就可以用这个仙术改变一下那些种子，可以极大的减少种子的生长时间，而后迅速成熟。这样的话，别说区50万流民了，就算是养整个大唐，那也是轻而易举。夏国公，此话当真？眼见为实，自然是真。是真的，那对大唐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幸运啊！当下，唐简兴奋的不得了。天知道他这个户部尚书有多久，为了国库，他头发都快掉光了。夏国公果然不愧是仙人弟子，这等手段简直就跟仙神无异了。没错，依我看，夏国公就是在世神仙。因祸得福，因祸得福啊！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看这个模样，这小子已经在朝中扎根了，甚至文武通吃。将来若是将皇位传给他的话，想必也会轻而易举。传朕命令，封夏国公为尚书令，统御当朝6部，掌流民以及大唐建设事宜。陛下不可啊！夏国公虽然才能惊人，但始终是太年幼了。这尚书令所执掌的，那都是国家大事，若是处理不好的话，代价难以承受。没错，陛下，不如给夏国公历练几年吧，到时候册封尚书令也没事。好了，诸位爱卿不要再说了，杜卿跟房卿分别是左右仆射，有他们在一旁辅佐，想必虾相会处理好的。感觉这个官职会很麻烦，倒不如直接封赐我一个将军，然后上战场杀敌算了。只是在对上李世民双眼的时候，虾仁最终只能无奈的叹气，选择了接受。臣多谢陛下隆恩。就这样，虾仁这个刚刚冒出来的9岁国公，居然在第一次上朝的时候就直接被封赐为了尚书令。而关于今天朝堂上的事情，被李世民给下令隐瞒了。至于原因的话，或许是希望虾仁不要过度的引人注目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50万流民的吃穿用度，先调集一批足够这些流民吃13个月的粮食，而后就需要调集一批种子了，将这些种子都进化后，到时候就不会缺少粮食了。朝会结束，虾仁在一个宫女的指引下向着后宫而去。这就是皇朝啊！华夏的历史十分的璀璨，这些繁华而庄严的建筑，就算是放到了1000年之后，那依然会是世界奇迹。启禀夏国公，就是这里了。寒凤殿。这是皇后娘娘的宫殿吧？一想到当时在北门外看到的那个温柔女子，虾仁总会觉得有点莫名的感觉。陛下，怎么还不来呀？放心吧，宫女已经去接引了，迟早是可以看到的，不要着急。那是因为二郎今天上朝就看到那个孩子了，而臣妾却好些天没有见到他了。启禀陛下，夏国公已经带到了殿外等候。快！赶紧将夏国公请进来。臣参见陛下，参见皇后娘娘。好，上朝累到了吧？快坐下，喝杯茶。说好的暂时隐瞒呢，照这样下去，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暴露了呢。多谢娘娘。而后宫女上了茶，这是主茶。虾仁稍微品了一口，眉头微微一皱，顿时就没有兴致了。长孙皇后一直都是在关注虾仁，所以看到虾仁的样子，立马着急的问道。是茶不好吗？本宫这就将煮茶的太监拿来问罪。不是，只是在山林中长大，从未喝过茶，有点不习惯而已。谁知虾仁的这一句话，直接就让长孙皇后跟李世民脸色一变。他们好似看到了虾仁一个婴儿在深山中艰苦生存的模样。孩子，苦了你了。那深山密林里面，是不是经常吃不饱，睡不好？情绪波动这么大吗？果然历史记载，长孙皇后温婉贤惠、心善至美都是真的，居然只是听到了我的一些悲惨过去，就会这般情绪。
多谢娘娘关心。虽然师尊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离去，但却留下了几个伙伴来照顾我，所以微臣这些年过得不错。是那头白虎吧？夏儿倒是运气好，看来是上天眷顾我大唐啊。就这样，虾人坐在这里，跟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聊起了家常。他们并没有聊任何关于国家的大事，就像是一家人一样，说着一些家常，聊着一些过往。娘娘，你这手指啊，没事没事，这是在皇宫中觉得无聊，然后做了几件衣服。原来如此，那手指应该就是被针给扎伤的。只是身为皇后，居然还专门亲手做衣服，这应该是做给某位皇子以及公主的吧？想到这里，虾人实际上心中还是有些羡慕的，因为不管是前世的他，还是今生的他，都是一个孤儿，无父无母，天地生养，系统带大。若是说对亲情没有一点点向往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此时看到长孙皇后为了自己的孩子放下尊贵的身份，亲自去做衣服，还搞得全部是伤，虾人不羡慕那都是假的。对了，小红，快去准备一下，用膳了。是，娘娘。不多时，一盘盘精美的菜肴被太监宫女给端了上来，看样子还不错，但怎么说呢，没有虾人想象中的高大上。在长安街道上，稍微上档次的酒楼都可以做出这种菜色。这就是皇宫中御厨的水准吗？这些菜可都是观音碧亲自为你做的，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的，所以观音碧从早一直做到现在，这才做了这么多菜。刚才呀，也只是稍微热一下就给送上来了。这娘娘如此，微臣何德何能啊？没事儿没事儿，本宫也是一个母亲，从陛下那里听闻你的过去，就觉得心疼不已。你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也没有吃过母亲做的饭菜吧？所以本宫就想亲自给你做一顿饭。真的很想告诉夏儿，我就是她的娘亲，但是这让夏儿知道真相后接受不了离去怎么办？罢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先隐瞒，将儿子留在身边，只要可以天天看到他开心，过得好，吃得好。好吃，真好吃！娘娘，你的厨艺真好。好吃就好，好吃就好。他跟李世民都没有怎么吃，而是就这么看着虾人吃。三人在这一刻就好像是一家人一般。陛下，是臣失礼了。吃饱了就好。娘娘做的确实很好吃，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那深山鸟不拉屎的地方，天天都是吃各种野味，早就吃腻了。你既然喜欢的话，那日后每天本宫都给你做，你可以天天来皇宫吃。算了算了，虽然娘娘做的很好吃，但臣终究还是大唐的臣子，怎么可以日日出入皇宫呢？影响不好，到时候怕是魏征大人不会放过臣了。虽不惧任何人的流言蜚语，主要还是觉得跟长孙皇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些莫名的感觉和冲动。好吧，不过可以这样，本宫每日做几道菜，而后让人送到夏国公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天天吃到本宫做的饭菜了。虾人一愣，但是看着长孙皇后期待的目光，最终还是点点头。那臣就却之不恭了。吃完饭，李世民邀请虾人跟他逛逛。夏爱卿，当时在北门，你认出朕了吧？启禀陛下，臣的感知能力十分的出色。当时的那个距离，陛下跟诸位大臣都看不清楚臣的容貌，但是臣却可以看清楚你们。走着走着，两人天南地北的尬聊，气氛倒是稍微有些尴尬。终于，在最后的时候，李世民总算是说出自己的目的了。夏爱卿，你年仅19岁，比朕的太子才大1岁。朕十分欣赏你，喜欢你，想要收你做义子，不知你是否愿意啊？他居然要收我做义子，算上今天跟李世民才见过3次，不只是给了天大的封赏，甚至现在还要收我做义子，怎么回事？看李世民的眼神，不是作假，甚至还有期待。既然不能效朕，那暂时做义子可以吧？这样的话，也可以听到霞儿喊我一声父皇了。启禀陛下，虽然微臣对从未谋面的父母并无好感，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在没有见到他们之前，知道他们如何之前，臣是断然不能任他人作父的。这句话听在李世民的心中，犹如针扎一般的痛。他十分的惭愧，因为在面对自己这个95之尊义父的诱惑，虾人都可以不为所动，可见他的心性。好吧，既然如此，那朕也不勉强你了。那孩子走了吗？观音碧，既然不舍的话，为何不去亲自送他呢？不敢，臣妾不敢，臣妾不敢，因为臣妾担心
看到那孩子离去的背影之后，又会忍不住哭出声。唉，这样吧，日后你可以经常出宫去见那孩子。至于理由的话，朕就让李君宪放出话，说是朕跟你都很喜欢他，想要收他做义子。真的吗，陛下？看到李世民确定的点点头，长孙皇后喜极而泣，甚至直接转过身进入自己的寝宫，一边走还一边嘴里喃喃自语：这要是去看夏儿，需要给他带什么呢？一家人团团圆圆才是最大的快乐。虽然现在还未正式团圆，但至少看到了希望，不是？随后的几天，虾仁就没来上朝，因为他已经开始专心处理难民的事务了。果然，有了朝廷的帮助，做事实在是太简单了。只是几天的时间，难民们的暂时居住地就搭建好了。虾哥，50万流民内可用的劳动力全部都聚集了。怎么老人小孩都有？虾哥，除了那些不能动、患病的人，不管男女老幼，都属于可劳作人群。虾仁沉默了，好像确实是这样。在这个时代，普通百姓直到卧床不起之前，一直都是在劳作当中度过，因为稍微偷懒，来年全家都可能会饿死。不过既然我来了，从今往后都会是过去式了。是夏国公啊，真的是他，没想到居然有机会见到夏国公。夏国公可是大善人啊，但是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这里见到他。是啊，之前也只是在施州的时候，隔着远远的可以看到夏国公。诸位百姓，我奉陛下之命，掌管难民重建家园的事宜。接下来的日子，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协力重筑家园。不得不说，虾仁的话还是很管用的。在他的指挥下，百姓们开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暂时先搭建临时居住的帐篷一类。而后，朝廷所承诺的3个月粮食也到了。好多粮食啊！听说了吗？这些粮食都是夏国公在朝堂上亲自为我们求来的。夏国公当真是至善啊！丞相，这个是。这叫屈原礼，其作用以及效率远超普通的礼。我要公布，在10日之内至少赶制出上千个。启禀丞相，赶制1000个不难，但是这钱，臣服。这金子，这些钱就算在本官头上吧。丞相大人，这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自己的钱呀！但是。好了，不要废话了。要是真的觉得过意不去的话，那10天之内就赶紧给本官弄出1000个屈原礼。夏国公之善，举世无双。听说了吗？为了安顿流民百姓，夏国公居然自己出钱千金。是啊，当时施州的时候就算了千金，而现在也是如此。这样的官员要是再多一些的话，那百姓的幸福生活早就来了啊。启禀陛下，大皇子现在在民间的声望十分好，百姓们都很是尊敬他。很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夏儿心性善良，对待百姓极好，将来也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护。不过夏儿的性格就是太善良了，若是将来因为妇人之仁被人所欺骗的话，那到时候怕是会伤了夏儿的心呢。陛下不必担心，大皇子虽然年幼，但是却已经极其不凡了，不然的话，当初也不会一个人斩杀10万大军。试问，独自斩杀10万大军的杀神，会是一个老好人吗？看来朕因为是父亲，倒是没有完全看清。君宪，日后你要好好辅佐夏儿，将来的他就是大唐的新皇帝。皇宫的事情，虾仁不知道，他还在长安城郊外忙活，花费了10天的时间，总算是将百姓们的住宿问题全部解决了，同时还将这50万百姓，不管是男女老幼，全部都登记了姓名以及祖籍。而10天的时间，工部那边的屈原神礼也造好了。丞相，这就是户部所能集齐的全部种子了，不能再多了，不然的话，今年大唐百姓都未必有粮食种了。好了，过段时间就有钱了。虾仁虽然可以拿出无数的金钱，但金钱可以有无数，可是资源是有限的，时代的限制就已经规定好了，粮食产出是多少，其他的资源也是如此，并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虽然自己拿出钱，短时间内是可以直接解决大唐的困难，但是治标不治本，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头到尾的去改变大唐，让百姓自己富裕起来，大唐自己强大起来。如此多的种子也是足够了。本官先试试这种子进化之后可以达到什么程度。系统准备进化了，请主人选择进化方向。成长方向。进化完成，当前种子已经进入第1次进化，大幅度增加生长速度。入土之后，1日浇水1次，1月可成熟收割。成功了，唐大人，只需要1个月的时间，这些稻谷就可以直接成熟收割。一个月？
太好了，太好了呀！这些种子将会是生命之源。怎么了，唐大人？这么好的事情，怎么突然皱眉了呢？丞相大人，这个稻谷固然强大，乃是仙术创造，但要是将来这些稻谷的种子流出去，到了其他的国家，这个稻谷固然强大，乃是仙术创造，但要是将来这些稻谷的种子流出去，到了其他的国家，岂不是其他的国家也能得到这样的神奇种子了？那样的话，我大唐岂不是给他人做了嫁衣吗？唐简的话让虾仁也是一愣，他之前完全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果然自己还是太年轻了。系统，你有办法吗？有，可以在种子里面设下基因锁。二代种子若是不解开基因锁的话，就无法进行种植生长。需要通过专门的手段解开了基因锁之后，才可以直接种植。虾仁让系统给弄出了一份基因药水，但是需要按照规定的比例、步骤、方法才可以配置出基因药水。唐大人，这基因药水就不给你们户部了，本官准备给陛下，这东西还是留给陛下掌管最好。他作为开国功臣，老狐狸自然立马就懂了，因为这基因药水出来，就等于掌握了一个命脉啊，天下百姓甚至天下人的命脉。这么说吧，这稻谷要是投入天下的话，那粮食就会爆发增长，到时候百姓们都可以吃饱喝足，将来甚至种地的人都会变少了，而这样结果就是长时间以后百姓就会适应这样的生活。而皇帝要是掌握这个药水的话，就等于掌控了天下人的命脉，因为要是没有皇帝拿出的基因药水，全天下的稻谷种子都无法种植成熟。虾仁有一瞬间甚至想过，将来可以把全世界的稻谷种子全部换成自己这种，而后是不是变相的可以掌握全球？唐大人，这些稻谷就全部分给百姓们吧，1个月成熟的事情就不要说了，一切等1个月之后就知道了。是，属下遵命。唐大人，再去搜集一些各种蔬菜瓜果的种子、树苗，送到本官的府上。对了，鸡鸭牛羊等等也都可以送点。丞相大人，难道这些活物您的仙术也可以有用吗？废话，植物也是生命的一种，既然植物可以，为啥会动的活物就不行了？那大人，战马呢？战马行不行？自然也是可以，你可以弄一匹公母战马来。唐简激动异常，跟虾仁说了一声之后，就好似发疯一般的直接冲了出去。不过这样也好，也难怪未来的大唐会成为雄霸天下的天朝上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员在。不对，系统，我有件事想问你，给那些鸡鸭牛羊以及战马等等进化生育方向。这样的话，可以超级快的繁衍出战马，牛可以做耕牛，战马可以创造骑兵，鸡鸭鱼更是可以吃。那这些被进化过生育的动物，按照遗传来说，他们的后代也会继承父母的这种生育能力，如果在这些动物降生的后代身上继续进行进化的话，岂不是可以直接2级进化？当生命进行了一次进化之后，就等于是全新的物种了，而他们的后代继承这种的话，就算是天生的，所以主人是可以直接在他们的后代身上进行2次进化。不过主人，不同的物种都是有着属于自己的极限，不像是人类一般潜力无穷，几乎大部分的动植物都最多2次进化，甚至1次进化。就算是小虎它们现在是3次进化，或许可以4次进化，但是更高的进化就可能没有潜力继续了。不过这样也足够了，战马按照你所说的是具备2次左右进化机会的，而目前发现的这个漏洞可以极大的缩减2次进化的时间，就像我那头驴一样，强大的体魄、高大的身躯、恐怖的耐力，估计就算是说书里面的赤兔都比之不差。大唐日后如果全部都是这种战马的话，那岂不是骑兵无敌了？参见陛下。虾仁随后将稻谷、基因药水，还有蔬菜瓜果、鸡鸭牛羊以及战马的事情，全部一股脑的说给李世民听。什么？那岂不是说大唐崛起在即？陛下，到时候稻谷以及其他蔬菜瓜果的基因药水，臣会全部给陛下抄录一份。这个东西很重要，要是不好好保存，泄露出去的话，那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得到大唐所拥有的这一切。李世民沉默良久，他才抬起头。算了，这东西还是你留着吧，以你的能力，专门组建一个部门，负责这些什么基因药水的生产吧。但是李世民的话却让虾仁愣住了。居然不要！要知道，这是可以掌控未来大唐命脉的东西啊！李世民难道就不担心将来我手握命脉，直接推翻大唐，成为皇帝吗？好了，朕相信你，日后这些事情全部交给你自己处理吧。
相信我，但是这怎么可能？无法解释。李世民这样的君主，玄武门心狠手辣的皇帝，会愿意将未来的国家命脉给一个臣子掌控吗？还是一个我这样只见过几次的臣子？算了，想不清楚也就不想了。看样子他对我是没有恶意的，就算是其中有阴谋，但我的实力也不惧任何阴谋了。他并不知道李世民的真正想法，在李世民的心中，虾仁是自己的嫡长子，内定的未来大唐皇帝，这些本就是属于他自己掌控的，自己何须现在就要拿来呢？皇公公，陛下呢？老奴参见娘娘，参见太子殿下。若是太子殿下知道他的皇位实际上已经被暗中许诺给了大皇子，不知道会不会又引起兄弟争端呢？实际上，王生担心的这一点，也是李世民跟长孙皇后所担心的。皇公公不必多礼，马上就是用膳的时间了，陛下还在忙吗？陛下是在跟夏国公说话呢，两人聊得有些沉入了，老奴也没敢打扰。啊，那孩子来了。儿臣参见父皇，见过丞相大人。这就是历史上那个造反的大唐太子吗？历史上记载李承乾是一个瘸子，还有龙阳之癖，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正常的，估计是因为他还没瘸腿吧。若是等到他瘸腿的话，那估计就会性情大变了。看在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对我这么好的份上，不如就帮你一次吧。太子殿下多礼了。李承乾看着虾仁，眼中满是崇拜以及好奇，整个皇宫中都可以听到关于虾仁的传说。虾仁也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李承乾所崇拜的对象。虾大人，听闻你可以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不知道您可以教授我武学吗？殿下是想练武吗？从小姑的身体就不好，而父皇当初就是沙场上征战出来的，姑也想跟父皇一样，为大唐征战四方。春节返乡上美团，吃喝玩乐有指南。上美团 App 搜春节66进入活动会场，新客可直接获得6元无门槛券，超多团购限时低价0.01起，洗浴只要9.9元，还有超多聚会玩乐、年货礼品的特价团购等你来抢。点左下角或者上美团搜春节66。或许我知道李承乾为啥以后会性情大变了，除了身心上的伤痛之外，还有李世民这个父亲的原因。他一直都是以李世民为目标，但却一直做不到李世民那样，最终导致自暴自弃，才走上不归路的吧。好，若是有时间的话，臣自然会教殿下一点的。既然来了，那就一起去本宫那里吃饭吧。10日都没有见你了，当初你是怎么答应本宫的？多谢娘娘。虾仁也不客气，直接答应了下来。他不知道为何，总会有想跟长孙皇后亲近的想法。前世他是孤儿，今生他还是孤儿，总会在梦中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幻想自己的母亲是什么样子。跟长孙皇后相处之后，他发现自己梦到的母亲居然渐渐地开始变成长孙皇后的模样，这让虾仁很是惊讶，但他心中却不抗拒。或许那就是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吧。他也希望自己的母亲也是长孙皇后那种吧，温婉善良。走走走，用膳去。虾仁一愣，手臂紧绷了一下，但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放松了，任由李世民拉着。王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同时2串泪水从眼角滑落。当年他是抱过虾仁的呀，满月之前他一直看着虾仁长大，故而当初虾仁失踪，他也是最难过的人之一。王公公，你怎么了？没事，只是好像看到了未来美好的模样。美好的未来，那是什么？李治，一天没有见到父皇，想不想父皇啊？奇怪，看到这2个小家伙的时候，也产生了跟看见李承乾时一样的感觉。见过2位殿下。好了，日后见到承乾他们，你都不需要行礼，直呼其名就好。没事的，就听陛下的。你们几个日后见到夏国公都要喊一声哥哥。哥哥。还未开席，几个小家伙就凑在虾仁的身边，不停地问各种问题。问的最多的就是虾仁面对突厥的那一战。在大唐孩子的眼中，虾仁就是哪吒那种存在的小英雄，甚至更甚。面对几个小家伙，虾仁也很是喜欢，绝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因为那莫名的亲切感。看着虾仁跟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长孙皇后跟李世民很是高兴，这也算是侧面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吧，就是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吃饭。吃完饭，李世民跟长孙皇后拉着虾仁浏览了一下御花园，也没有去聊朝堂上的事情。问的最多的还是虾仁在国公府住的是否习惯。春节返乡上美团，吃喝玩乐有指南。上美团 App 搜春节66进入活动会场，新客可直接获得6元无门槛券，超多团购限时低价0.01起，洗浴只要9.9元，还有超多聚会玩乐、年货礼品的特价团购等你来抢。点左下角或者上美团搜春节66。你一个人住在那里，会觉得孤独吧？啊，孤独嘛？这么一想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的，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想起前世，他是孤儿，一直都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他小时候也有朋友，
但是每次他上学回来，都会发现自己的朋友不见了。一年又一年，他每次放学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回到福利院看不到自己的小伙伴了。年复一年，最后的结果就是虾仁已经不敢交朋友了，因为他讨厌失去的感觉。与其那样的话，倒不如一个人孤独，因为失去的感觉太痛苦了。我们真的欠了虾仁好多好多，无法想象1个月大的婴儿是如何在深山密林中长大的。没事的，陛下娘娘，天为父，地为母，万物为伴，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多次的交流所得到的都是虾仁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没有什么好感，所以李世民跟长孙皇后都不敢把真相告诉虾仁了。他们赌不起，怕虾仁知道真相后一怒离去。以他的实力，想要离去的话，谁都挡不住。陛下娘娘，时间也不早了，明日臣还有公务在身，就先告辞了。既然如此的话，那王公公你送一下。看着虾仁离去的背影直到远去，长孙皇后终于忍不住，直接扑到了李世民的怀中，泣不成声。陛下，到底要多久？要多久才可以告诉霞儿，他就是我们的儿子啊？陛下，一声轻叹，充斥着无奈。有的时候，现实永远比剧情更加让人无奈以及无法理解。局外人眼中，就是大不了直接相认就完了。但是在李世民跟长孙皇后的眼中，所考虑到的是，每每提起亲生父母，虾仁眼中的恨意让他们心神颤抖，因为虾仁所恨的就是他们。回到了家中，看着空荡荡的府邸，虾仁沉默了一会儿。以前不觉得，但是不知道为何，这一次看着空荡荡的府邸，那种孤独感越发明显了。他也能感觉到，可能是因为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吧，他们对待自己就像是对待孩子一般，所以在皇宫中的时候，居然可以感觉到类似于家的感觉，那种从未感受过的感觉，让虾仁感觉到留恋。不属于自己的，何须强求呢？那是人家，不是我家。就算是再喜欢，我又如何？李世民跟我只是君臣关系，或许哪天我玩腻了，就会选择离去，到时候两人天涯永隔，再无瓜葛。公子这是怎么了？不知道，不过公子好像是孤儿，无父无母，或许是想自己的父母了吧？到底是怎么样的父母，居然连公子这么好的孩子都要抛弃？诸位，今日召集你们前来，就是有一件大事需要告诉你们，而后6部齐心协力完成这件事。请看。这是长安城的平面图，但这地图也太大了。丞相，难道你准备将长安城扩大？太精妙了，这岂不是要打造一座前所未有的巨大城市啊？绝对是震古烁今的伟大建筑啊！但是，这其中的消耗也会十分巨大吧？还有一些建筑，这根本就是无法做到的吧？材质无法支持做出那种建筑以及机关啊！既然本国公提出来，那就自然是可以做到的。在扩大的城池内，将会包容粮食种植区、蔬菜瓜果种植区、肉食养殖区以及军队驻扎区、居民住宅区，同时建造新的高大城墙以及城门，用本官自创的材料，坚硬如钢铁。若是完工的话，可以打造出一座100万大军也无法攻破的城池。这张图上各种细节都标注出来了，越是研究，6部尚书越是震惊。神弩箭楼，要是真的跟这上面说的一样，那给属下10万大军就可以阻挡100万雄师啊！那给属下10万大军就可以阻挡100万雄师啊！这是神弩的图纸，你们工部拿去的话，只需要10个好的工匠，10天就可以制造出1台。而未来的长安天墙总计108座神弩箭楼，对工部来说不是什么大工程，制造多出来的神弩更是可以放置在专门的战车上，属于攻城利器，战无不胜。不行不行，这个消息太大了！我的小丞相大人啊，你怎么就不早说呢？陛下不会也不知道这件事吧？除了神弩之外，他还准备了很多东西，水泥、钢筋等等，那可是一个都不少啊！后世建设高楼大厦的那些技术，放到古代也是可取的，用来建设城池，这在古代无愧于天强之城。100万雄师也别想寸进。1.25至2.27间，上美团 App 首页搜索财神122，领取美团发放的5亿春节资金，还有机会抽取1000元新春好礼。不仅有华为 P50 Pro、戴森吸尘器等数码产品，还有奶咖免单券、免费电影票等超多福利可领。赶快点击左下角下载美团，搜索财神122参与吧。走走走，我们去皇宫，这件事一定要禀告陛下。夏爱卿，这是真的吗？是真的，而且威力以及作用也跟图纸上写的一模一样。陛下，还不止如此呢，夏国公还准备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神奇啊！还有，陛下，
这便是夏国公提出来的计划——神弩箭楼，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这还是长安城吗？确实就是长安城，但这也就是中心这一部分事。这外面增加了无数建筑，以及那高如擎天的城墙。神弩箭楼、天雷火楼，这些都是什么？陛下，神弩的话，臣已经准备好1台了，只需要搬过来实验一下就好了。什么？居然已经有成品了吗？真的要是跟图纸上说的一样强大，那岂不是屌炸天了？这样的利器，不管是用来守城还是攻城，那都是十分强大以及变态的呀。随后，李世民就命人前往夏国公府，准备将这神弩搬运到皇宫，让满朝文武亲眼见识一下神弩到底有什么那么神奇。这就是神弩吗？好大呀！启禀陛下，这里是剑盒，只要将特制的箭矢放入其中，就能够一次性射出100多根，同时其中爆发出来的威力足以轰塌城墙。群蟹，来人实验一下，就对着前面那座墙壁，皇宫城墙远超一般的城池。李世民深呼吸一口气，空气瞬间寂静下来，满朝文武也都是期待的看着他。神弩若是真的跟图纸上说的一样强大，那从今往后，大唐的军队将会攻无不克。射！射！这是何等的威力！要是攻击人的话，岂不是瞬间就可以射成肉泥了？好啊！1.25至2.27间，上美团 App 首页搜索财神122，领取美团发放的5亿春节资金，还有机会抽取1000元新春好礼。不仅有华为 P50 Pro、戴森吸尘器等数码产品，还有奶咖免单券、免费电影票等超多福利可领。赶快点击左下角下载美团，搜索财神122参与吧！身后跟随着李靖等一群武将走了上前，摸着面前的神弩，他们泪流满面，浑身颤抖，仿佛看到了某一天大唐的将士们带着神弩以及大唐雄狮横扫四方，战无不胜的场景。天佑大唐啊！天佑大唐啊！神乎其技，神乎其技啊！简直不敢想象，居然还有这种神物。太好了，有了神弩，那日后我大唐的军队岂不是纵横无敌了？连皇城都无法抵挡神弩的威力。那要是换作其他国家的垃圾城池，岂不是犹如软泥一般？好宝贝，好宝贝啊！若是当年我们就有这种神物的话，哪里还会死那么多兄弟啊？诸位，虽然当年我们没有赶上神弩，但是今后不同了，年轻一代他们将来有着神弩，就不会走我们的老路了，那岂不更好吗？启禀陛下，除了神弩之外，还有火雷，还有水泥等等，这些全部做出来的话，只需要不到1年的时间，长安城扩建计划就可以完成。什么？1年就可以吗？国之重器，全部都是国之重器，随便挑出来一个，就是可以强盛大唐的好东西啊！夏国公，你此次创造出来的诸多神物，以及长安天城建造图纸，全部都是不世之功啊！诸位爱卿，你们说朕该如何封赏夏爱卿？诸位大臣都在认真的思考，该怎么给夏人封赐，但是他们最后发现，真的找不到封赐的了。陛下封赐什么的就算了吧，臣对那些也没有什么兴趣。不行，爱卿此次的功绩甚至远超之前，因为这是可以铸造万世根基的，可以保我大唐千秋万世，所以这一次的功绩必须要封赐。朕准备封王，封赐夏国公为我大唐异姓王，诸位爱卿觉得如何？几乎是下意识的，魏征就要站出来反驳，但是瞬间他就停止这了身形。仔细一想，虾人所拿出的这张天城建设图纸以及神弩等神物，区区王爷好似也不算什么呀。陛下圣明。既然如此的话，那就封夏国公虾人为夏武王，改夏国公府为武王府。那就封夏国公虾人为夏武王，改夏国公府为武王府。臣多谢陛下。观音壁，陛下。观音壁，这是？哦，这是给夏儿做的香包。观音壁，快快坐下。你是不知道啊，今天那孩子可是给朕长脸了。听到是关于虾人的事情，长孙皇后也来了兴趣，两人就坐在那里开始听李世民诉说了起来。当听到虾人策划的天城计划以及创造各种神物，长孙皇后也如同李世民一样激动了起来。不愧是我们的儿子，天纵奇才，
古往今来，谁能比肩？陛下，比起这些所谓名利，臣妾更是希望夏儿可以平平安安、幸福安然的过完一生。会的，一定会的。夏儿有惊世才华，朕也会全力辅佐的，帮助他打造出辉煌大唐。将来他继承朕的皇位，继承这座大唐江山。启禀王爷，工匠已经集结完毕，目前朝廷命令已经下达，开始从大唐各地挑选优秀的工匠，到时候短时间之内就可以给大唐的各大部队制造出足够使用的神弩战车。好，干得不错，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除了木匠之外，还需要其他的工匠，或者说干脆就招收人手，培训的方法本王会教给你的。如此甚好。时间一天天的流逝，计划一直都在稳步进行，种子也全都下地了，而后工部那边的工匠也开始逐渐到位。那是什么？但是当他来到稻田旁边的时候，整个人都是惊呆了，绿油油，整个稻田内全部是绿油油的嫩芽。这怎么可能呢？出苗了，这才是3天啊，3天怎么可能会出苗呢？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吵杂？大家都是揉着眼睛，疑惑不已地走出帐篷。但是当他们看到面前的场景之后，全部都是惊呆了。神机是神机啊！天佑大唐是天佑大唐啊！是武王，是因为武王啊！据说这道鼓是武王拿出来的，武王乃是神仙中人啊！一时之间，激动无比的百姓们都是跪倒在地，对着长安城的方向不停地叩拜。何事如此惊慌？启禀陛下，神祭天降，3日前撒下的稻谷居然已经长出了嫩苗。何事如此惊慌？启禀陛下，神祭天降，3日前撒下的稻谷居然已经长出了嫩苗。什么？是真的，陛下，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无数的百姓已经涌出城外，围绕着整个长安城开垦出来的田地，此时全部出绿了。诸位爱卿，早朝暂时取消，不如我等君臣一起去见识见识这天降神迹。好美！我大唐百姓都可以吃饱饭了。那好像是陛下，参见陛下，参见我王。百姓们齐刷刷的跪倒在地，他们本来没有了家园，已经近乎绝望了，但就是因为虾仁给他们施粥，现在甚至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如何不感谢呢？此时，靠着他们最近的一个小女孩突然大喊了一声：“武王万岁！”一句话犹如惊雷，全场瞬间寂静无声。满朝文武目光骇然地看向李世民，心中都是暗道：完蛋了，完了，一切都完了。这小女孩居然叫虾仁万岁！要知道，站在虾仁身边的可是陛下啊！在95至尊面前去叫其他人万岁，这换做任何皇帝都会大怒吧？而虾仁在听到小女孩那一声话语的时候，整个人就一皱眉。他当然不是害怕了，而是在沉吟李世民会怎么做。若是他因为这么一句童言无忌的话，就对自己如何，或者对小女孩如何的话，那虾仁会转身就走。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他们直接拉着小女孩跪下，不停地磕头，眼中满是惊恐以及绝望，甚至看向虾仁的目光满是愧疚。这一家人也不是傻子，知道自己女儿的一句话或许会害了虾仁。不可，你们快请起吧，一点小事而已。孩子，你刚才说的万岁是什么意思呢？是听到大家这么喊，瑶瑶就学着喊了。哎，这一次真的是完了，这些百姓难道暗中都会高呼武王万岁吗？哎，果然伴君如伴虎。不错，看来武王的所作所为已经得到了百姓们的认可，万岁之称完全当得起。奇怪，这很不正常啊！我可不相信一个皇帝心胸可以宽广到这种程度，更别说李世民本身就是一个杀伐果断的君主。时间转瞬即逝，眨眼之间就是1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日又跟当初一样，无数的百姓汇聚于长安城外，看着那漫山遍野的金黄色稻谷，全部呆滞不已。一个月就成熟了吗？太好了！启禀陛下，50万难民的粮草应当从各地州府调集，这种植出来的粮食应该全部变成种子，然后可以直接分发到大唐各地州府。只需要1个月之后，我大唐就会迎来一次大丰收，到时候百姓会丰衣足食，还可以借助粮食为我大唐扩军。
没错没错，大唐连年灾害，那些边疆一族都是蠢蠢欲动。哼，到时候看我大唐百万雄师是如何横扫他们的。李世民眼中更是闪过了一丝火光，他是一个好强的皇帝，当年被突厥打到长安城下的事情，他至今都还记得。武王，你怎么看？启禀陛下，臣有一计，可以让我大唐的军队迅速膨胀，百姓踊跃参军。武王既然这么说的话，是有把握了吗？诸位想必也知道了，本王弄出来的这个稻谷是1个月成熟，加上养土的时间也不过是2个月而已，同时还可以无视季节的变化，都能正常生长成熟。直接颁布政令，若是家里有人参军的话，军功职位越多，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土地。反正有屈原神离，那些荒地都可以变成可种地的良田。同时，本王这种稻谷对环境也没有过多的要求，根本就不需要特定的好地点了。王爷，你有所不知啊，这样的话会涉及到世家的利益。你有所不知啊，这样的话会涉及到世家的利益。这天下良田极大部分都是被世家大族所掌握的，他们有着沃土千里，然后让百姓给他们种地，他们则是收取一定量的收成作为租金。这稻谷对环境没有限制，随便荒山野岭用屈原神离搞一下，就能够直接开始种植了。这样的话，直接就是从根本上动了世家的大蛋糕啊！没错，其实这1个月，世家大族们一直都是在打听稻谷的消息，只是因为稻谷还没成熟，他们也不太相信有1个月就能够成熟的稻谷。估计要不了几日，他们就会上书请求陛下将稻谷种子公开了。天下土地10之8九都是世家掌控的，大大小小无数的世家将天下均分，百姓们无地可种，只能成为世家大族的雇佣，付出10之8九的收成来当做租金，辛苦1年所得到的粮食只够一家人艰苦吃食。哼，那些家伙天下有危机的时候，他们躲得比谁都好，但是见到有好处了，倒却比谁都快。虽然他的夫人是出自崔家，但是不代表他就看得上崔家了。涉及世家的时候，几乎1半以上的大臣都是选择了沉默。世家大族掌握着人才，这朝堂上的官员，其中大部分可能就是出自世家大族吧。李世民贵为95之尊，但是却要被世家大族所掣肘。武王，你怎么看呢？随便拿个稻谷出来，就可以动摇世家大族的根基，其他方面照样也可以。在臣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臣的眼中，这些世家大族若是只知道剥削百姓的话，那就是蛀虫，理应出兵镇压。武王慎言啊！好了，今日就商谈到这里吧。哎，武王，你何须如此呢？就算是不满世家大族，但是那样的话语应不应该在朝堂上说啊？是啊，看来本官是需要提前准备一下了，去拜访一下武姓齐望的家主，就说武王年幼不懂事，希望他们不要在意。没错没错，我等这么多大唐重臣一起出马的话，武姓齐望也要给一些面子的。见过诸位国公，奉陛下之命，传召武王到御书房面圣。诸位大人，改日再登门拜访吧。世家大族势力强大，关系盘根错节，用联姻的方式互相搭桥。如果动了他们的根基，那他们联合起来毁天灭地。那陛下的想法呢？妥协吗？自然不会。从你拿出了基因稻谷后，我大唐就势必会跟世家大族不死不休了。就算是拼上大唐最后的底蕴，这一战朕也接下了。就算是拼上大唐最后的底蕴，这一战朕也接下了。若不是因为当年没有保护好家人的话，他又怎么会沦为孤儿9年？启禀陛下，武姓齐望的人来了。武王，你先回去吧。不过这段时间你出去的时候，还是带着兵器吧。虽然你实力强大，但是某些见不得光的手段，防不胜防啊。为何他会对我这么好呢？难道真的就是简单的看好我，顺眼吗？摸着胸口的玉佩，虾人的心中渐渐地生出了一股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想法。参见陛下，不知道你们前来所为何事啊？我等先恭喜陛下获得武王稻谷，从此之后，大唐将会再也不缺粮食了。哈哈哈哈哈哈！此乃天眷大唐。接下来就是扯皮的时间了，也不知道里面说了什么。但是宫中的太监宫女们只知道，武姓齐望走的时候，脸色都是十分难看的，显然是在李世民这边没有讨到好处。可恶，什么武王神骨是属于武王的东西？若是这李世民真的愿意给我们，那什么区区武王胆敢反抗吗？看来我们只能去找这武王了。
哼，我就不信了，他区区一个9岁孩童，难道面对我们5姓7望，还敢不交出武王神骨吗？随后的几天，虾人就像是没事人一样，每天都在忙着指挥百姓们收割稻谷以及建设城池。终于，5姓7望终究还是找上门了。虾哥，人带到了。不过他们脸色倒是不怎么好看，完全就是因为虾人居然没有出去迎接他们。要知道，就算是李世民见到他们，都是礼遇有加的，而虾人呢，则是从头到尾都坐在上首，手中捧着一杯茶水，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武王，这不是待客之道吧？在本王这里，这就是待客之道。武王，莫要欺人，我5姓7望，还不是你一个小小的王爷可以折辱的。滚！否则的话，别怪本王不客气。虾人，你最好还是识趣一些，将手中那什么基因药水药方交出来，否则的话，我们5姓7望的怒火是你所承受不住的。你想干什么，虾人？我警告你别乱来啊！我可是5姓7望，你还敢杀了我们不成？我警告你别乱来啊！我可是5姓7望，你还敢杀了我们不成？来人，全部杀了！收拾一下，将他们的头送到各自的家族。至于身体的话，拖到城外的树林里埋了吧，刚好可以做肥料。天下哗然，5姓7望仅次于家主存在的6大主管，居然全都被武王杀了。天下震动，粮食涨价，食盐涨价，铁料涨价，甚至更过分的是，各地的商业路途好像瞬间被切断了一般。朝堂之上，原本一直沉默的大半臣子，都是全部开始弹劾虾人。可恶！陛下不能这样下去了，不然的话会对大皇子不利。父姬，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陛下，看来只能放弃一些东西来保全殿下了。不过最后的代价可能是交出基因药水，而后将殿下流放到边疆。以殿下的实力，这就算是去了边疆，也不会有任何危险的。就是这基因药水的事情不好办啊，因为殿下肯定是不会交出来的。启禀陛下，5姓7望的家主全部跪在朱雀门前，请陛下做主。你说什么？他们是跪在朱雀门前？好狠！5姓7望当真不简单，算无一策啊！他们的计策实在是太狠了，因为大皇子毫无罪名的将那6人杀了，本身他们就是占理的一方，现在更是跪在皇城外，请求陛下主持公道，这就是在逼迫陛下。要是陛下不管的话，会被天下人议论。让他们滚进来！跪在皇城外，让百姓看，难道他们就不嫌丢人吗？实际上，李世民不知道的是，他们不是不顾脸皮，而是他们在来之前打听了更多，深知虾人的强大以及恐怖。就比如那神弩，要是虾人弄几个去他们家族，岂不是要血流成河？再加上他们也知道了李世民对虾人的重视，若是不下狠手的话，根本就无法逼迫李世民妥协。陛下，他们不愿意进来，一直高呼让陛下主持公道。外面已经汇聚了数万百姓，可谓是议论纷纷。走，朕倒是要看看这5姓7望还能做出什么事情。参见陛下。 6位家主好歹也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这般跪在皇宫面前，岂不是丢人？启禀陛下，夏武王无辜击杀我6大家族的6位主管，此等行径残暴不仁，还请陛下为我们做主。夏武王无辜击杀我6大家族的6位主管，此等行径残暴不仁，还请陛下为我们做主。 哼，他们自然有罪。虾武王乃是朕亲自册封的大唐武王，尊贵无比。但是他们6人胆敢去武王府威胁武王交出国之重器，难道这般罪行不该死吗？但是陛下，此等罪行尚不致死啊！而且就算是要问罪，也应当交给大理寺，或者是陛下亲自审判。武王他根本就没有私自行刑的权利。 若是大唐的大臣们都是如此的话，那今后百姓们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啊？王家的家主大声地说道，悲戚的模样，好似显得他很为天下百姓着想。百姓的心理想法，他拿捏得很清楚。这句话一出来，果然议论纷纷的声音更大。启禀陛下，武王来了！参见陛下。虾人身后站着12位进化过的将士，想要获得进化的话，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对虾人付出自己的忠诚。
他们的脑海思维中，要是出现想要背叛虾人的信息，就会被系统所感应到，而后系统就会直接崩碎他们的基因序列，失去实力就算了，甚至会直接死无葬身之地。他们每个人都是自愿的将自己的生命以及灵魂都交给虾人掌管。怎么回事？我怎么在武王的那些侍卫身上感受到了威胁？武王，你怎么来了？这种政治上的扯皮，本不想让夏儿接触。在夏儿认祖归宗接手这个国家之前，我会帮他将前面的一切障碍全部除掉。五姓七望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没想到的是，这么快夏儿就跟他们对上了。启禀陛下，臣听闻五姓七望的家主跪在皇宫前状告臣，当下心中好奇，故此前来看看。6位家主，武王既然来了，那你们还有什么状告的？不如就一并说了吧。他们6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有先说话，这就是气势的原因了。虾人固然年幼，但是那散发出来的气势比起李世民还要强大，甚至冰冷彻骨的气息让他们瑟瑟发抖。还好没有直接动用武力，不然的话，还真不是虾人的对手。既然你们不说的话，那就本王来吧。既然垂涎我的东西的话，那就需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启禀陛下，这里面所记录的乃是五姓七望的罪名。启禀陛下，这里面所记录的乃是五姓七望的罪名。上到家主，下到一半的族人，只要是有罪之人，都记录在其中了。李世民从虾人的手中接过卷轴，看着卷轴内的内容之后，李世民眉头紧皱。虽然很多他也知道，但并没有虾人手中的精细。去年7月初7，王家大公子带着一众家仆冲入农户家，强行将人家闺女的清白给霸占了。甚至当苦主状告的时候，串通县令将那一家人全部问斩。今年2月初3，崔家3少爷一桩桩、一件件从虾人的口中冒出来，如此光鲜亮丽的五姓七望底下，居然是这般的肮脏。平日里看着像是翩翩君子的世家公子们，暗中所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禽兽不如。只见王家家主带着其余几个家主站起身，看着虾人沉声说道：“武王，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他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希望虾人可以适可而止，但是虾人并不听，而是继续诉说五姓七望的罪名。终于，当虾人将最后一条罪行读完的时候，全场寂静无声。虽然都知道世家大族不是什么好鸟，但是谁也没想到居然会这般可恶，单单就是数字就残害万人之多。启禀陛下，如此罪过，按照大唐律法，应当如何？按照律法，此等罪行当斩。既然如此，那就全部斩了。刚才本王呈上的罪名中涉及的五姓七望成员共计1300余人，全部问斩。此乃大唐各地州府的世家大族，凡是家族内有过杀人罪、强奸罪等等罪行的人，全部记录在案。还请陛下主持公道，全部问斩，还天下一个朗朗乾坤。虾人将手中的卷轴递给李世民，李世民一下子沉默了。全部杀了吗？那些危害百姓的公子哥、世家大族要全部杀了吗？不可，武王世家大族掌控大唐的方方面面，若是如此的话，天下必然大乱。是啊，王爷，世家大族固然罪不可恕，但要是贸然覆灭的话，那会给天下带来动乱，甚至超过当初的隋唐之乱，对天下百姓来说，也不亚于是一场灾难。一时之间，所有大臣都是在劝虾人。李世民不能说话，只是面沉如水。这样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要在朝堂上商议。今天当着长安城百姓的面公开来说，就等于是将李世民架在火上烤。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你所拿出的东西，以及你所推崇的政策，甚至你的想法，都触及到了我们世家大族的利益。甚至你的想法都触及到了我们世家大族的利益。你得罪的是整个天下，在这个大唐天下，你将会寸步难行。今日你杀不了我们，甚至无法给我们问罪，最多我们五姓七望只是付出一点代价，推出几个替死鬼罢了。看看这群贱民，那眼神恨我们吧？但是那又如何？若是没我们世家大族，他们都会吃不饱穿不暖，他们就是我们的一条狗，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请陛下主持公道，斩杀五姓七望以及天下世家有罪之人，共计35000余人。杀掉五姓七望以及世家大族罪人的代价，你也听到了吧？
看着直视自己的虾仁，李世民感觉时光倒流了一般，面前站着的少年，好似年轻时候的自己。世家灭，天下必然大乱，重回隋唐乱世，该当如何？无朕知。大唐内乱，犹如乱世，自顾不暇，周边异族各国必然会举兵入侵，如此该当如何？无杀之。若是他们灭了，天下百姓缺衣少食，该当如何？无养之。这一刻，整个朱雀门外寂静无声，百姓们心神震动，感动得泪如雨下。虾仁的一声无养之，不似之前的霸气，不似之前的杀气，但却让他们感动最深。李世民看着手中的2卷罪行书，随后轻轻的举起，目光冰冷的看向5姓期望的6位家主。完了！传朕命，诛杀罪行书上的一切人民，不论家族，不论身份，不论地位，尽皆诛杀！不能杀我们，不然大唐会大乱的，会大乱的！全部压下去，砍了！完了！传朕命，诛杀罪行书上的一切人民，不论家族，不论身份，不论地位，尽皆诛杀！不能杀我们，不然大唐会大乱的，会大乱的！全部压下去，砍了！一时之间，满朝文武是瑟瑟发抖，因为他们好多人都是跟5姓期望有关系的。随后，李世民直接带着满朝文武回到了含元殿上。此时的气氛有些凝重，因为大家都知道，等这里的消息散播出去的话，那就是动乱到来的时候。诸位爱卿，商议一下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动乱吧。启禀陛下，应该尽快将神谷的消息传播出去，而后将种子下发到各大州府。只要百姓们吃饱喝足的话，谁还会去陪世家大族造反呢？武王大智慧，确实如武王所说，只要我们加快将武王神谷以及其他的蔬菜瓜果等种子推广到大唐各地，百姓们看到成果，这样的话，跟着世家大族造反基本就不可能了。就凭借他们手下的那点私兵，还不够我大唐将士杀呢。如此的话，就只剩下最后一点了。大唐内部混乱，战争四起，定然是会引起周边其他国家的垂涎，尤其是北方。忽厥虽然被我们大败，但同时那一战我大唐已暴露了底细以及弱点，他们会趁着这个机会联合起来进攻我大唐。启禀陛下，臣愿镇北方。不行，朕不同意。就是绝对不行，任何人去都可以，但就是武王不能去。要是这一次动乱要持续多久？如实没有武王的那些神物的话，这一次动乱绝对不下于隋唐乱世，持续10年至少。而如今有了那些神物，要彻底肃清大唐，消灭世家所有根基的话，也要至少6、7年吧。没错啊，王爷，这么长的时间，你怎么可以去北方呢？这一去就得多少年啊？陛下，虽然臣知道你不舍武王离去，但是要镇压北方诸国的话，确实需要武王。除了武王之外，谁还有那个能力镇压诸国？李世民沉默了，说话的是李靖。他既然都这么说了，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大唐内乱已经可以想到，未来多少年内，各地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叛乱爆发。秦琼、程咬金等等大臣必然都是要领兵出战，镇压一方的。而在这等混乱的情况下，大唐简直就不可能去抵挡北方诸国。武王，你需要什么？大唐内乱已经可以想到，未来多少年内，各地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叛乱爆发。秦琼、程咬金等等大臣必然都是要领兵出战，镇压一方的。而在这等混乱的情况下，大唐简直就不可能去抵挡北方诸国。武王，你需要什么？启禀陛下，大唐境内的任何兵马，臣不会动1分1毫，臣会自行从50万难民里面招收兵马。不行，万万不可！虽然武王你的实力强大，但是北方诸国都是草原民族，他们的战斗力十分凶悍，你要是不带大唐的精锐将士的话，是很难抵挡的。没错没错，那可是北方诸国啊！当初突厥的实力，大家也看到了，就算是陛下的玄甲军，也只是稍微强大一些而已。而李世民不说话，只是一直看着虾仁，看着虾仁面色淡然，毫无波动的样子，他就知道虾仁是认真的。一切按照武王的办。臣多谢陛下。大唐境内会爆发内乱，程咬金等人都需要兵马在手，不然的话无法镇压。毕竟攘外先安内，虽然说进化之后将士们的生命都会被自己握在手中，不过虾仁不喜欢那种强迫的感觉，首先要让将士全心全意的忠诚自己，
虾仁才会进化。随着李世民的命令下达，整个大唐都开始运作起来了。虾仁制造出来的武王神谷以及各种瓜果蔬菜等等种子，全部都是被散发到了全国各地。一时之间，全国各地都开始了种地热潮。同一时间，全天下的世家大族都是遭受了灭顶之灾。而这下子可谓是捅破天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出来，全天下一支支的反叛军出现，少则数千人，多则数万人，颇有席卷天下之威。零零散散加起来，反叛的军队人数居然多达200多万，这声势甚至超过了隋唐乱世。因为人才大部分都是世家大族之人，他们此时全部集合起来，各种各样有才华的谋士、有能力的大儒，全部都是加入其中。大唐的处境一瞬间陷入了风雨飘摇当中。狂风暴雨呀！不破风雨，如何见彩虹？没错，没错，不破风雨，如何见彩虹？对了，你的士兵招募的如何了？青壮总计20万，20万精兵，我有自信可以横推100万大军。对了，你要领兵出战的事情，朕还没给皇后说呢。这件事你亲自和她说吧，朕还有政务要处理，就先走了。参见皇后娘娘。夏儿来了，今日你小子怎么会想到来本宫这里了？平日里不是忙着你那什么天成的事情吗？今日微臣是来和娘娘告别的。去哪儿？你要去哪儿？看到他着急到哭出来的模样，虾仁感觉心头一阵绞痛。最近换了台新车，所以我把旧宝马放瓜子二手车上卖了，比线下店多卖了20%。瓜子是全国买家拍卖模式，车放瓜子当天就有20多个买家出价，我挑高价卖了，当天到账，拍卖价就是到手价。想卖车的赶紧去左下角免费估价吧，买车也能上瓜子看看，现在特斯拉9万9就能买。总之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娘娘，没事的，我只是去边疆镇守一段时间而已，并不是一去不复返。边疆。听着虾仁将所有的经过全部讲解了一遍，长孙皇后早就已经泣不成声了。为什么又是你呢？你只是一个9岁的孩子呀！娘娘，这件事本身就是因为我而起，自然需要我来解决。在大唐境内清扫叛乱结束之前，臣定然不会让任何一个异族踏入我大唐边疆。我是一只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呀飞。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一点，吃饱穿暖，晚上要早点睡觉，还有饭一定要准时吃，不要跟陛下一样，当年打起仗来几天不吃饭。我是一只小鸟。知道了。虾仁一直点头，乖巧的听着长孙皇后在那里唠叨。但是说着说着，最后长孙皇后还是哭了出声。虾仁满脸无奈，长孙皇后的情绪明显不对，但是同时虾仁心中也是感动。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陛下，臣妾舍不得夏儿。陛下，要不我们告诉夏儿吧，告诉夏儿真相吧。听着长孙皇后的话语，李世民一下子愣住。陛下，臣妾不管，反正臣妾是等不了那么多年了。好，不等了，我们这就去告诉夏儿，他根本就不姓夏，而是姓李，名唤李唐。最后再多说一句，想卖车千万别犹豫，赶紧上瓜子免费估价吧。我们这就去告诉夏儿，他根本就不姓夏，而是姓李，名唤李唐。准备一下，朕要跟观音壁出宫。站住！来者何人？陛下。武王呢？启禀陛下，武王去了后院。可是后院是禁地，武王吩咐过任何人都不能踏入。既然是武王的禁地的话，那还是不要去打扰了。带我们去武王居住的院子吧。这里应该是夏儿的房间吧？他跟长孙皇后最后还是没有忍住心中的好奇心，两人轻轻地推开门，进入了其中。那个是什么？这怎么没脸啊？这2幅画应该就是夏儿所想象出来的父母吧？来人，准备一下笔墨纸砚。李世民的话让侍女愣住，在看到他们对着那2幅画，顿时脸色大变。不可
可啊，陛下，王爷很是看重这2幅画，平日里都不准我们触碰的。好了，武王要是生气的话，就推到朕的身上，去准备吧。长孙皇后跟李世民对视一眼，各自拿起了一支毛笔。而后长孙皇后走到了那父亲的画像前，而李世民则是走到了那母亲的画像前。他们2人伸出手，用毛笔缓缓地在那无面的画像上开始勾勒，一分一毫，精细异常。落笔，2人拿着手中的毛笔，呆滞地看着2幅画。长孙皇后喜极而泣，她此时觉得现在是她人生中最高兴的时候。李世民也好不了多少，他身体颤抖地看着那一张父亲图。王生，回去吧，已经够了。这2幅画或许比我们亲自去说要好很多。王爷，方才陛下以及娘娘来到了府内，他们去了堂阁，同时去了你的房间。虾仁一愣，随后有点惊慌，倒是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只是一想到自己前些天绘画的2幅画，虾仁就感觉脸皮鼓烫。他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着魔了还是怎么样，在绘画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带入了长孙皇后，就因为画出了母亲是长孙皇后的身形，也从而导致他连绘画父亲的时候也是画出了李世民的身形。他进入房间的第一眼就是去注意那2幅画，但是当他看到那2幅画的时候，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启禀王爷，这2幅画是刚才陛下跟皇后娘娘补充上去的。沉默，虾仁一直在沉默，管家丫鬟们都是大气不敢出一个。好了，你们出去吧。来了，来了！大虫，这是大虫的声音。传闻武王的坐骑是传说中的瑞金白虎，实乃圣兽。终于，在百姓的翘首以盼之下，虾仁骑着白虎，缓缓地出现在了百姓们的面前。好生威武，不愧是我大唐的武王啊！参见陛下。李世民点点头，眼中满是复杂，张了张嘴，不过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声。武王不必多礼，此去千里迢迢，不知何年才可以归来。此事因臣而起，理当如此。既然如此的话，那朕今日就携文武百官、长安百姓送武王。臣多谢陛下。虾仁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招招手，让臣服拿上了一个袋子。这是多谢陛下跟娘娘昨日的点睛之笔，此画就献给陛下以及娘娘吧。虾仁的话让李世民愣住了，而不等李世民反应过来，就直接驾驭着小虎离去了。众将士随本王出征。这是那2幅画，是虾儿给我们的。无数雁云断尺书，迢迢两地恨何如？梦魂不但长安远，几度乘风问起居。千围败木何良去？白发愁看泪眼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此不如无。回来了，儿子回来了。这2句诗告诉我们，夏儿知道一切了。他知道自己是大唐的皇太子，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夏儿没有生气，也没有记恨我们，而是在跟我们告别。他要去北方，要去边疆保家卫国，只愿他日回归之日，再尽孝道。长安急报，皇后娘娘重病垂死，说要见你最后一面，陛下的圣旨已经到了。在听到皇后重病时，他的心乱了，即刻准备回长安。这些年，虾仁一直不愿意回去，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所以一直用边疆战事来做借口。历史上记载，长孙皇后是死于贞观10年，也就是1年之后。现在长孙皇后重病，说明历史还是没有变。1年之后，长孙皇后可能就会跟历史记载一样，死于重病。不可以，我不允许她就这样死去。死神爷，怎么样？皇后的病可以治疗吗？陛下，
观音碧，陛下，霞儿呢？霞儿呢？观音碧，来了，霞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数日之前，朕已经传令到了幽州，让霞儿赶回来。不要几天，霞儿就可以到了。太好了，太好了！臣妾终于可以再看到霞儿了。那是什么？哦，好像是白虎啊。白虎？那不是武王的坐骑吗？这岂不是说武王回来了？我的天，我居然看到武王了！快，小虎再快点！武王要确认身份吗？不用，武王请进。霞儿，你终于回来了。我在。霞儿，对不起，母亲没有亲眼看到你成家，是母亲不好。皇后临终前想再看一眼失散多年的儿子，可她不知道的是，站在她面前的虾人是魂穿过来的。霞儿，你终于回来了。我在。霞儿，对不起，母亲没有亲眼看到你成家，是母亲不好。从小的时候就一直没有陪伴在你身边，是母亲不好。找到压制病情的药方了。小蜜蜂，那要是我将配置好的药方成品，比如药丸子等等进化呢？那会发生什么？可以指定进化药效，原本只能压制的药方，进化之后可能直接治愈。孙神医，你赶紧将药方配置出来，然后我将配置好的药进化一下，或许就可以救治皇后了。武王，这样真的可以吗？孙神医听说过本王的仙术吧？只要将药方配置出来，本王就可以救治娘娘。仙术吗？难道传说都是真的？这是在干嘛？启禀陛下，刚才孙神医找到了可以压制娘娘病情的药方。武王说可以对做好的药施展仙术，能治愈娘娘。是啊，我等怎么忘记了武王的仙术啊？没错，糊涂，真糊涂了呀！要是早点想起来的话，那观音壁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出药！孙思邈直接解开了药炉子，随后只见在里面原本犹如稀粥一般的药渣，此时居然变成了一颗黑乎乎的药丸。王爷，已经好了，这就是可以压制娘娘病情的药丸了。要是这个办法不行的话，那只能用最后一个办法了。小蜜蜂开始进化，药效方向。是，主人。随着虾人的话音落下，一道光芒从他的手中放出，缓缓地包裹住了那药丸。这好神奇！难道这仙术只能作用在丹药上？进化成功。好了，这丹药看来是不会让我们失望了。没想到皇后为了让虾人叫她一声娘亲，居然已经心存死志了。娘娘，丹药已经炼制好了，你赶紧服下就可以治愈了。霞儿，如果今日我死了，那在我临死之前，你愿意叫我一声母后吗？看着长孙皇后期待的双眼，虾人一时之间说不出任何拒绝的话语，但他始终过不去心里那道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来自何方，自己的这具身体到底是谁的。好，母后好开心，真的好开心。是母后对不起你，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服下丹药的长孙皇后缓缓地沉睡过去。一炷香之后，比他们预料的还要快，长孙皇后居然缓缓地睁开双眼。
这就好了，居然这么快！皇后娘娘除了气急之外，还有其他的各种病症。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太神奇了！我这是观音币，陛下，神迹，简直就是神迹啊！不只是全部治愈，甚至是这身上因为病痛造成的瘦骨嶙峋全部恢复如初。若是贫道看得不错的话，娘娘的身体甚至连各种内伤耗损都全部恢复了，犹如年轻人一般的健康。不愧是名传后世的神医啊，只一眼就看出来了。看来对系统的真正发掘，我还没尽善尽美。可惜了，本宫不能听到你喊一声母后。虾仁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保持了沉默。太好了，观音币你的身体全部恢复了。陛下，若是娘娘没事的话，那臣就告退了。夏儿，你现在就要走吗？好不容易从边疆回来，不如吃顿饭再走吧。听着长孙皇后的祈求，看着她的双眼，好像一瞬间回到了9年前一样。好，母后，是丽质儿。貌似历史上的长乐公主就是近几年嫁给长孙冲的吧？看着李承前的腿，虾仁心中不由得感叹造化弄人。他确实很好奇，李承前的腿到底是怎么瘸的。这位是虾哥。虾仁看着他们两人，心中五味杂陈。回去的时候找一下孙思邈，既然强化药物的效果那么好，若是可以治愈李承前的话，那也不错。人都到齐了，晚膳也直接开始。虾仁就坐在李世民的左手边，而长孙皇后就在李世民的右手边。此时的李承前跟李泰都没想太多，因为在他们眼中一直都是将虾仁当作是李世民的心腹大臣。夏哥哥，那一次你只带着自己的12战将就前往了突厥内部吗？没错，12战将十分强大，那一战我们直接杀到了突厥的王城，斩杀了突厥的新一任可汗。12战将就是当初杀5姓期望族长的时候你带着的12个人吧？9年前叔宝他们就说过，12战将的实力强大，如今9年的时间过去了，想必更加强大了吧？确实比当初强大了不少。只要得到虾仁的支持，那就等于得到了整个朝堂的支持。一时之间，李承前、李泰看着虾仁的目光就热切了起来。终究是在皇宫中长大的，虽然心性还保留了一丝当年的纯真，或许9年的时间发生了太多，导致这两兄弟变了。李世民脸色变得难看，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之前那一声虾哥带来的好感已经开始散了。陛下，这一次你不会让夏儿离去了吧？不会的，其实早在多年前，边疆就已经安稳了，只是夏儿不愿意回来而已。这一次既然回来了，那朕就不会轻易放他走了。陛下，你到底有什么办法？就不要卖关子了，赶紧说吧。这件事简单，夏儿今年已经18了呀。陛下，你的意思是给夏儿寻一个妻子？这确实是一个好法子啊。看着熟悉的府邸，没有丝毫的变化，依然还是打理的井井有条。参见王爷。这些是？启禀王爷，这些衣服都是娘娘亲手制作的，每年分冬夏2季，分别做一件常服，一件官服。你们先出去吧。虾仁想起了9年前长孙皇后的手指上满是伤痕，原来当年那一身衣服是长孙皇后亲手做的。推开一旁的衣柜，只见里面密密麻麻的衣服，9岁时候的、10岁时候的、11岁时候的，一直到现在18岁时候的。虾仁坐在那里，看着自己手中的衣服。这一夜，堂阁房间内的油灯一直亮着，没有人知道武王是怎么了，也没人知道武王想什么想了一整夜。你过年回家相亲了吗？没错，虾仁也逃脱不了相亲。王公公，这一大早的有何事？是这样的，过些时日，陛下会在宫中举行朝臣家宴，到时候文武百官还有长安名门估计都会参加。朝臣家宴上还有诗词、比武等等活动，陛下让老奴必要请到王爷参加。好，到时候就派人通知本王吧，本王会准时去参加的。王生懵了，他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的，但是没想到虾仁这么爽快就答应了。他准备的一大堆说辞，顿时没有发挥的余地。好，那老奴这就回去复命。怎么样了？大皇子已经同意了，他说到时候会来参加宴会的。好，皇上，你干得不错。陛下，夏儿那边已经确定好了，
接下来就是朝中大臣以及各家千金了。你们说，若是夏儿知道我们给他找王妃，按照他的性格，会不会生气？应该不会吧，武王的年龄已到了，也没有听说过武王的身边有女子。若是武王的身边有一个好姑娘的话，可能就会心动。确实是如此。虾哥，这真的好吗？陈福看着自己和虾仁身上的穿着，嘴角抽搐不已。这是好像是专门用来收容孤寡老人以及孤儿的。这不就是敬老院跟孤儿院的结合体吗？走，我们进去看看。看着虾仁站着不动作，陈福也不敢发出任何声音。一个奏，一个听，良久，一曲终了，虾仁这才从沉静中反应过来。朋友，不进来坐坐吗？虾仁一愣，看着白衣女子，眼中满是惊讶，因为他虽然看向了虾仁的方向，但他的双目无神，一片空白。小蜜蜂，这是怎么回事？主人，他少了瞳孔的基因序列，系统只可以进化，但不能创造。这位小姐是如何知道在下的？从小双目失明，看不到任何东西，因此也就养成了这听力，20步之内的风吹草动都大概可以听清楚。原来如此，公子请进来坐坐吧。多谢。敢问姑娘，这里是？虾仁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子产生兴趣，虽然她双目失明，但是在虾仁的心中，那善良的内心才是她最美的地方。自从9年前武王诛杀天下世家以及5姓7望，导致天下大乱，到处都是战火，这些老人以及孤儿全部都是战争带来的。小女子当初在长安天城外看到他们，就于心不忍，求了父亲将这座院子买下来，修改一下，勉强能够容纳他们。只是这每隔几天就会收容一些孤寡老人以及孩童，渐渐的也力不从心了。这买房救济的钱财，还是从祖上留下的产业里面获得的。这老天还是不公，那些心肠歹毒的人却可以活得好好的，如此心善的姑娘却双目失明。这样吧，姑娘，不如在下也拿出一些钱来资助一下你。公子，这可不是一笔小支出啊。姑娘，你是怎么判断出我没钱的？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话，必然会穿着华贵，而福伯他们就不会靠近你了。更不要说刚才主动招待你们，端茶递水。这姑娘当真是蕙质兰心啊！姑娘放心吧，在下只是觉得这一身衣服穿着舒服而已。明日送一些钱财过来，给院落内的老人孩子都买一些衣服和吃吃。好的，虾哥。那雪儿就多谢公子大恩了。虾哥今天脸上的笑容赶得上1年了。两人或许真的很投缘，接下来就坐在院子里面畅聊起来。咦，虾哥，你的名字居然跟武王一样呢？那是在下的荣幸。毕竟在邹雪儿的心中，武王的形象应该是一个绝世猛将，说直接一点，那就是粗糙汉子。但是跟虾仁的交流当中，他可以肯定的是，虾仁乃是一个翩翩公子。那段时光，除了誓言，有太多没对你讲。小姐，我们该回去了。他站起身，看着虾仁，空洞雪白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丝的不舍。虾哥，时间不早了，雪儿应该回家了，不然父亲会担心的。虾哥，时间不早了，雪儿应该回家了，不然父亲会担心的。来日方长，日后若是在下想要找邹小姐的话，就到这里。虾仁并未仔细询问邹雪儿的家世，但是从各种细节可以判断出，她出自书香世家，但却也不是上层的那种千金贵族。而邹雪儿也未曾问过虾仁的身份背景，在他看来，与自己投缘的人是虾仁，而不是他的家世。几乎每日雪儿都来这许愿，那明日不见不散。好，那明日不见不散。今晚睡觉之前，绕着长安城跑10圈。第二天一早，邹雪儿跟往常一样，带着丫鬟就来到了雪院，而邹雪儿则是一直站在门口，空洞的白眼注视着前方。小姐，你是在等夏公子吧？虾哥的言谈举止绝对是出自名门，他应该是一个极其优秀的年轻俊才吧？
夏公子生得很俊俏呢，而且身上的气质很是出众。老爷的几个好友家的公子都是远远不如呢。小兰，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看不到东西，所以虾哥长得俊俏与否，我也不知道啊。那是虾哥。是的，小姐。雪儿，与昨日不同的是，虾人今天第一句话居然是一个亲昵的称呼。昨日离去的时候，都还是叫我邹小姐的，但是今天居然变成了雪儿。你叫什么？夏公子，我家小姐的听力十分好的哦。您刚才在喊小姐的时候，或许是你的小动作，被小姐听到了。难道是我刚才喊雪儿的时候紧张的捏了一下拳头，捏了一下拳头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这么说的话，刚才我表面上故作淡定，实际上心中慌的一笔也被发觉了，难怪他会笑出声。虾人尴尬，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吃瘪啊！身后的陈福以及武王军将士们都是面色通红，显然是在憋笑。还不赶紧去搬东西！哎，日后谁要是娶了你，岂不是一点秘密都没有了？你的这一双心眼，远比那一双双世俗眼睛要来的明亮得多。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他要娶我吗？可是他这么优秀，而我的眼睛……随着一天天的相处，两人的感情是越来越好，只是一直都没有捅破最后的窗户纸。虾人是性格使然，那种表白之类的话语他根本就说不出来。至于邹喜儿的话，则是自卑，越是跟虾人相处，他就越是自卑。夏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夏哥哥，有没有小荔枝啊？说吧，想要什么？糖，荔枝要哥哥送的奶糖。给你，大馋丫头。荔枝少吃一点，糖果吃多了对牙齿不好。没事的啦，哥哥反正不会让荔枝的牙齿坏掉的，对不对？对了，哥哥，荔枝在宫中听到了一件事。什么事？王管家再去拿一袋牛奶糖。荔枝是注重信誉的人，既然哥哥都那么有诚意了，那本公主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吧。那天我去找母后，偶然间听到他们好像要给哥哥您娶妻呢。荔枝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这么说的话，这次朝臣家宴都是给我准备的一场相亲大会。我才18岁，居然就要成为相亲男了。那荔枝就在这里恭喜哥哥啦，马上就要成婚喽！荔枝好期待，嫂子会是什么样的呢？听说了吗？陛下要举办朝臣家宴，宴请朝中大臣以及世家贵族。早就听说了。按我说啊，这一次的朝臣家宴怕是没那么简单，关键点就在这家宴二字上面啊。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因为以前他们的身份地位根本就难以接触到皇子公主，更别说让自己的孩子被看上了。但是这一次不同，只要是地位稍微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去参加朝臣家宴。万一在宴会上表现好的话，那可能就会一跃而起成为皇亲国戚。你父亲远在江南，一时半会也赶不回来，这事就由族中的长辈们来决策吧。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去。没错，他乃是不祥之兆，一出生就把他母亲克死了。这种妖孽要是冲撞到陛下跟皇后娘娘的话，那我们整个邹家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邹北夜呀，邹北夜，你休想要让我带着你这个妖怪女儿去参加宴会。女子天生无瞳，竟被至亲之人当成不祥妖孽，唯独父亲疼爱才侥幸存活下来。好不容易遇上心爱之人，却被妹妹顶替。好了，这件事就确定了，让邹晴儿代替邹雪儿去参加朝臣家宴，让晴儿好好准备，这一次一定要展现出我们邹家女儿的风采。是啊是啊，不说被陛下看中，就算是被某个朝中大臣的公子看中，我们邹家就可以因此而一飞冲天了。就算是邹北夜回来，也是长老们安排的，和我可没关系啊。他只是一愣，随后微微一笑，毫不在意。什么有机会嫁给皇子，有机会成为某个国公家的儿媳妇，这些他都不在意，因为他心中已经有人了。在心上人的面前，这些虚幻的他都不屑一顾。别说去了不可能被看上，就算是真的被看上了，他也不愿意。
臣服，若是雪儿到时候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会不会很惊喜？应该会惊喜的吧，毕竟虾哥儿乃是长安城万千少女的梦。晴，据说等会儿会有诗词、技艺等表演，你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将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邹晴儿眼中满是野心，光芒闪烁，她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显然她的目标就是放在那最高的位置上。晴儿，你在看什么？啊，没什么，母亲。二郎，你看，那个姑娘不错，好像是军部侍郎陈大人家的千金。那个也不错，是户部中丞王大人家的千金。据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呢。观音婢，朕倒是觉得刘爱卿家的那个丫头不错，听闻心地善良，很是孝顺呐。太子虽说是储君，但实际上最终继承皇位的是谁还不一定呢。毕竟就算是陛下，当年也不过是秦王而已。而武王就不同了，是燕云16州的土皇帝，掌控20万可以抵挡100万大军的武王军。嫁给李晨前，可能有朝一日还会因为皇权争夺失败而落入凡尘。而嫁给虾仁的话，则是不一样了，是人所敬仰的武王啊！传说武王还是一个美男子，年仅18岁，不像李承乾，乃是著名的瘸腿太子。他心中不停地评价在场的皇子、国公家子弟，但却从未想过自己真的配得上人家吗？二郎，你看，夏儿身上穿着的衣服是臣妾给他做的，是臣妾做的。霞儿今天居然露出了笑容，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啊！看来今天的心情很好啊。难道夏儿已经知道自己要成婚的事情了，所以心情十分的不错？奇怪，臣服不是说雪儿今天会来吗？夏儿，你有什么心事吗？臣服说了，雪儿是会来参加朝臣家宴的，但是怎么找不到呢？难道是出了什么事吗？今天的菜都是你平日里最爱吃的，你一点都没动，是有什么心事吗？启禀娘娘，臣是在找人。此时不只是长孙皇后一愣，就是李世民都是愣住了。是谁？本宫怎么从未听说？你居然有好友了？邹家的小姐。武王，你居然认识女孩子？长孙皇后白了一眼李世民，而后直接激动地站起身。邹家可在？母女两人都是一愣，他们没听错吧？左右看了看，确定了全场好像就他们一个邹家，当下就是诚惶诚恐地站起身。启禀娘娘，臣妇在。这身段看着还不错，那位便是邹小姐吧？抬起头，让本宫看看。难道说娘娘看中这个邹家的小姐了？这宴会都还没正式开始呢，吟诗诵对、琴棋书画等等都还没开始呢，就这样简单的就确定了吗？难道真的被皇后娘娘看中了？本以为是要等到表演才艺的时候才可以出头，但是没想到惊喜居然来得这么快。可惜了，没有给我表演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不是成为太子妃了，而是成为武王妃了。可惜了，没有给我表演的机会，不然的话就不是成为太子妃了，而是成为武王妃了。上前来。听闻邹家乃是书香世家，那邹北业虽然官职低下，但是风评不错。对了，听闻这邹家小姐更是菩萨心肠，专门购置了一座院子，用来收养孤儿。老人可以说，长安城是人尽皆知的。原来是这样，这样就可以解释得通霞儿为何会对这位邹小姐与众不同了。这个邹小姐和霞儿一样，都是善良的人。而此时的邹晴儿身体颤抖了一下，因为她知道大家口中的院子啊、老人啊、孤儿啊，跟她都无关，那是她的姐姐做的。姐姐，既然你的机会都给妹妹我了，那连你的功劳，妹妹也就不客气了。不错不错，这脸蛋果然精致，身段也不错。若不是直接被皇后娘娘看上了，那完全有机会拿下武王的。这样的话，比当太子妃可要好呢。毕竟太子本来就有一个正妃了，我去的话只能是侧妃，将来还未必可以做皇后呢。你这孩子，之前问你要找谁的时候，你说是邹家小姐，怎么此时人家来了，
你却在这里喝酒？怎么，若是不好意思的话，那本宫就做媒，帮你把婚事定下。柳暗花明又一村呐，看中我的居然是武王。你是谁？怎么回事？武王，这是怎么回事？你之前不是说要找的就是邹家小姐吗？启禀娘娘，全场的邹家就这么一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雪儿呢？听到虾仁的话，邹琪儿脸色大变，一股极度的怒火在眼中升腾。他万万没想到，虾仁看中的居然是自己的那个怪物姐姐。说话！或许是虾仁的一声大喝吓坏邹琪儿了，他直接一股脑的把真心话说出来了。邹雪儿是个怪物，我不想支招，我邹家是担心带着她来会冲撞到陛下以及娘娘，所以才换成我代替姐姐前来的。我想起来了，原来是这个邹家。听闻邹家的大小姐从生下来的时候就没有瞳孔，双眼全部雪白，诡异无比。而且生下来的时候还克死了自己的母亲，在长安城一直都是被盛传的不祥之兆，妖孽转世。全场寂静无声，所有大臣都是浑身一颤。下方邹家的老者以及邹夫人都是浑身颤抖的低着头。女儿被打了，邹夫人是半点想法都不敢有的。要知道，面前的这位可是大唐所有世家大族都一直恐惧的对象啊！雪儿岂会是你有资格诋毁的？念在你是雪儿妹妹的份上，本王已经克制自己的下手轻重，否则的话，哼！君仙，去将邹家大小姐请来，否则的话，估计夏儿今天会将这大殿给拆了。到底是怎么样的女子，居然能够让大唐武王的情绪这般波动？不必，小虎。在场很多世家千金小姐都是惊恐的尖叫出声，很多第一次见到小虎的官员也是吓得瑟瑟发抖。虾仁没有理会全场之人的震惊以及惊恐，而是直接对着小虎吩咐了一声：“去将雪儿带来。”好似感受到了主人的心情不太好，白虎巨大的脑袋乖巧的上下点了点，而后一跃而起，化作一道雷光，消失不见。瑞金白虎，奇怪，瑞金白虎为何要来我家？小虎对着邹雪儿吼了一声，但是不敢大声。瑞金白虎有着不下于人类的智慧，他可是知道自家的主人对面前这个女人有多么在乎。瑞金白虎，这是想让我上去吗？邹雪儿迟疑了一下，感受不到白虎的恶胆，最终还是摸索着坐到了白虎的背上。那位就是邹家大小姐吗？可惜了，是戴着面纱的，到底是何等惊世容颜，可以让武王都为之沉迷？应该是惊为天人的容颜。要知道，那邹琪儿的容颜绝对是上之选的，但就是被武王那么嫌弃，足以见得这作为姐姐的邹雪儿定然会更美。而也就是在此时，虾仁一下子站起身，满朝文武此时清楚地看到虾仁嘴角挂起的笑容。果然武王是真的喜欢上这个邹雪儿了，这邹家还真的是走运啊，居然遇到了这等天大的好事，那可是武王妃啊，谁不知道武王杰身自好，日后这王府内岂不是只有一个妃子？这里是哪里？他们在说什么？嘿嘿，我先不说话，逗逗他。很熟悉的味道，这是虾哥的味道，虾哥在这里。武王，就是这个姑娘吗？听到李世民的话，邹雪儿浑身一颤，她隐约间听出了一些什么，大概的意思就是武王好像是看上她了。可以这么跟武王说话的人，整个长安城好像就一个，那就是当今的大唐皇帝李世民。这岂不是说我现在是在皇宫了？居然一眨眼就来到了皇宫，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不喜欢武王啊，我喜欢的是虾仁啊。武王在大唐有着无上的权威，要是真的被武王看上的话，那岂不是说就不能和虾哥在一起吗？此时的邹雪儿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因为她清楚的知道武王的权威在大唐是有多么恐怖，甚至可以说丝毫不下于李世民。
妹妹都那么美了，夏儿都没看上，这姐姐想必是更加美。姑娘，将面纱解开，让本宫看看，能够将我们大唐武王给迷得不行的女子，到底长得有多美。对啊，我的这双眼睛就犹如怪物一般，若是现在露出来的话，或许可以让他们厌恶我，惧怕我。这样的话，岂不是就不用嫁给武王了？邹雪儿第一次这么感谢自己的双眼。是，皇后娘娘。咦，你是怎么知道本宫是皇后呢？要知道，自称本宫的可不只是皇后。启禀娘娘，小女子自幼双目失明，所以这听力就要异于常人。方才的声音应该就是陛下吧？而娘娘您的声音，则是在陛下的身边响起的。在这皇宫内，可以跟陛下这般靠近的人，除了娘娘，应当是没有了。故此，小女子斗胆猜测，您就是皇后娘娘。蕙质兰心，确实不错。不过这双目失明，李世民跟长孙无忌都是皱了皱眉，因为他们知道虾仁的真实身份。其他人的话，则想的是双目失明的残疾女子，可以配得上武王吗？这是什么怪物？这双眼睛。最近听到一句特别浪漫的话，喜欢你的人很多，不缺我一个，但我爱的人很少，只有你一个。武王，在场这么多的千金小姐都是很不错的，要不你重新选一个吧。听到李世民的话，邹雪儿倒是露出了笑容，而此时还跪在一旁的邹晴儿，则是满脸怪异的看着自己的姐姐。邹雪儿莫不是傻子吧？失去了成为武王妃子的机会，居然还笑出来了。没错，此女的双眼当真是不祥之兆，配不上武王你的身份。长孙无忌也是如此说道，唯有长孙皇后不说话，但是她不说话，不代表就会同意了。在这个时代，女人的身份还是低下的，在他们想来，虾仁大不了换一个就是了，应该只是刚好对这个有好感，换一个是没事的。实在是这双眼睛吓人。殊不知，此时的虾仁已经随着他们的话语，气息越来越冰冷了。就算是被笑话、被非议又如何？只要是可以跟虾哥在一起，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就算是我得不到武王的喜欢，但是此时的邹雪儿更加不会得到了。或许之前武王只是听说了他的善举，所以心生好感，如今亲眼看到了他怪物一般的双眼，必然不会再有任何兴趣了。好了，将他带下去吧。是。陛下，让我的2个宫女带着姑娘下去吧。长孙皇后突然说道，她也是女人，自然要心疼一些邹雪儿的，毕竟生长成这样，怪不得她自己，只能说是老天太过公平了，给了她倾国倾城的容颜，却没有给她一双正常的眼睛。长孙皇后这句话出来的时候，虾仁紧皱的眉头突然松了一丝丝，不过李世民倒是毫不在意的摆摆手，没事，宣甲军将士会将他安全的送回邹家的。小女子多谢陛下，让2位将军给小女子带路吧，听着声音，小女子可以走的。李世民随意的摆摆手，甚至看都没看邹雪儿。2个玄甲军将士拱手，然后走到邹雪儿左右，就要带着邹雪儿离去。但也就是在此时，虾仁突然爆发，滚！刚才他一直都在忍耐，忍耐的原因则是完全因为李世民以及长孙皇后。若是换做常人的话，他早就下杀手了。虾仁自己也没想到，开始只是想隐瞒身份，而后给邹雪儿一个惊喜，却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转变成为这样。刚才在场所有的人的嗤笑，包括李世民眼中的厌恶以及不耐烦，都被虾仁看在眼中。虾仁隐藏自己王爷的身份，想要给心爱的女人一个惊喜，却遭到众人嘲笑以及嫌弃，因为这个女人天生没有瞳孔，被世人当作灾星。其他大臣虾仁不在乎，因为虾仁完全可以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但就是李世民当时的表现，才是彻底激怒虾仁的导火索。武王，你这是在做什么？虾哥。当虾仁出生的一瞬间，邹雪儿就听出来了，她不敢相信，那个每天陪自己在雪院的虾哥，居然是大唐的武王。大唐的武王是极其尊贵的人，怎么可能会跟他这种怪物产生关系呢？对不起雪儿，都怪我。虾仁轻轻地将邹雪儿拥入怀中，刚才要不是他生出要逗邹雪儿的心，就不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了，让邹雪儿在这大殿之上被这么多人嗤笑。没事的，虾哥，只是雪儿没想到你居然就是大唐的武王。雪儿，你不要说话。虾仁的话虽然温柔，但是其中的坚定让邹雪儿顿时不敢说话了，她只能乖巧地站在虾仁的身侧，拉着虾仁的手，紧紧地
生怕虾仁丢了。诸位刚才的嘲笑以为如何？回应虾仁的是一片寂静。方才出言嘲笑的大臣以及世家贵族，全部都是低着头不敢说话。但是虾仁恐怖的记忆力直接记住了刚才嘲笑的所有人。武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虾仁转过身，淡漠地看着面前的李世民。启禀陛下，雪儿便是我武王府未来的女主人，也就是我虾仁的王妃。夏哥，要不我还是做你的侍女吧，只要可以陪在你的身边，其他的我不在乎。虾仁并未回答，但是拉着他的手轻轻用力。他，没错，就是他。李世民面色铁青，之前的几次就算了，因为满朝文武都知道虾仁的性格，虾仁偶尔几次的顶撞以及无视，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今天在这朝臣家宴上，当着文武百官，当着世家贵族的面，虾仁居然为了一个妖孽，一个不祥之兆，就连续顶撞自己，甚至还大打出手。难道他就不把自己当做父亲吗？李世民此时心中怒火中烧，有的时候人发起火来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大胆武王，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朕乃是皇帝，朕乃是天下之主，你居然敢这般顶撞朕，难道你不想活了吗？大胆武王，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朕乃是皇帝，朕乃是天下之主，你居然敢这般顶撞朕，难道你不想活了吗？李世民的这一声大吼让虾仁紧紧地盯着他看，不论是9年前还是9年后，李世民都从未这样吼过虾仁。这或许才是真实的他吧，这些年一直在我的面前伪装自己，或许很难吧。顶撞你又如何？完了，彻底完蛋了！大唐最大的2座山，终于到了碰撞的一天了。但是这碰撞所带来的结果，绝对是毁天灭地啊！甚至可以想象，整个大唐将会迎接怎么样的狂风骤雨了。不要啊，陛下！长孙皇后突然慌了，因为这要是真的动手的话，那就是毫无挽回的机会。呵呵，你当真以为就这些家伙就能阻挡住我吗？虾仁的这句话一出来，顿时让李世民脸色铁青。这一次他是真的怒了，因为虾仁一点都没将他放在眼中，没有将他当作是皇帝。而且就算是不说自己皇帝的身份，虾仁明明都知道自己乃是他的父亲。武王，莫要自误，只是一个女人而已。若是你想的话，那朕可以给你千千万万个女人。不必了，我都看不上，而且我的婚事何须要他人做主了？你难道真的就什么都不知道吗？你身份尊贵，甚至可以说是仅次于朕的存在，而他呢，区区一个小官吏的女儿，甚至还是一个怪物，一个不祥之兆，如何有资格配得上你？如何去做未来的？李世民，你说什么？果不其然，李世民被虾仁的这一声直呼其名给激怒。你刚才说什么？道歉，给我道歉！你居然让朕给他道歉？朕是谁？朕是大唐的皇帝，朕是九五之尊，你有什么资格让朕去给他道歉？该说不愧是父子了，两人的脾气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两人都互相点燃了对方的怒火，直接爆发。若是你不道歉的话，那我就命令20万武王军南下。你说什么？虾仁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和李世民大打出手。若是你不道歉的话，那我就命令20万武王军南下。你说什么？若是不道歉的话，那今日本王只需要一声令下，明日北方20万武王军就会南下。看着虾仁那冰冷的模样，李世民只觉得自己的胸口憋闷不已。霞儿，不要这样！李世民看着虾仁，又看了看被虾仁护在身后的邹雪儿，嘴角苦笑。难道在虾仁看来，偌大的大唐江山，甚至我这个亲生父亲，还不如面前这个女人吗？其实虾仁的心中从未有过李世民这种想法，只是他自己认为的而已。若是换个立场，今日被折辱的是长孙皇后，那估计李世民的反应会比虾仁还要大。只能说是机缘巧合之下，让两人的矛盾瞬间爆发了。李世民注重跟亲人的感情，比如未来的李承乾身上就可以看出，造反也没有死，反而被李世民百般维护。而虾仁何尝不是呢？今日若是为了别的事情，虾仁绝对不会如此，因为虾仁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淡漠的人，只要是不触及底线的事情，他不会去跟李世民争论。偏偏就是不管是李世民还是文武百官，
刚才都在嘲笑邹雪儿是怪物，这才是虾仁的逆鳞。好，朕道歉。他看着虾仁身旁的邹雪儿，咬牙准备说出道歉的话语，但是就在此时，虾仁身边一直安静的邹雪儿却是最先说话了。陛下不必如此，此事因我而起，全是我的过错。虾仁张嘴刚想说话，但是手就被邹雪儿轻轻的捏了一下。陛下，虾哥是沙场战将，性格较为冲动，还望陛下多多见谅。哼，他就算了，但是你们……虾仁好像要掩饰什么，直接转移了话题，看向了下方的一群文武大臣。我等错了。是，邹小姐，我们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吧。好了，虾哥哥，算了吧。夏儿，放过他们吧，毕竟日后都是你的臣子。轻声的一句话，只有虾仁听得到，但是邹雪儿的恐怖听力自然也可以听到。虾哥真的是陛下的儿子，还好，制止了矛盾的激化，不然的话，父子兵刃相见。虾哥真的是陛下的儿子，还好，制止了矛盾的激化，不然的话，父子兵刃相见。我可从来没承认过这一切。听着虾仁的话语，长孙皇后满脸苦涩。本来都很好了，但是因为今天的事情，好像让虾仁又远离他们了。雪儿，我们走吧。哎，虾哥，等等，还望陛下娘娘恕罪。雪儿，今天对不起了。没事的，娘娘。虾哥回去的时候，我会好好劝他的。哼，走了，雪儿。呐，走吧。李世民看了看面前正瘫软在地上的邹晴儿，眼中满是厌恶。今天要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哪里会平白无故的生出这么多事情？迟疑了一下，本来是想要直接将她给关进天牢的，但是突然想起来，他还不知道邹雪儿对这件事的看法呢。万一处理了邹晴儿，邹雪儿不高兴，那虾仁还不得再来给自己闹一次？唉，将他们全部送回邹家吧。参见王爷。这位今后就是武王府的女主人了，本王的王妃啊！参见王妃。这我嘿嘿，没事的，雪儿，从今往后你就是王妃了。这大唐，甚至这天下，你将尊贵于任何人。带王妃去沐浴吧，今日有些劳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而虾仁则是一个人来到了凉亭内，坐在凉亭内看着湖泊上的荷花。其实虾仁在想，今天自己的情绪有点不对劲，他的状态怎么说呢？就像是叛逆的年轻人一样，跟自己的父亲能够因为各种矛盾吵得跟生死大仇一样。当然了，今天主要还是因为雪儿，不然的话，一般的矛盾虾仁也顶多是转身就走，不至于吵得差点打仗。观音陛，今天朕是不是太冲动了？陛下，这件事不怪你们任何人，只能说你们两个性格太相似了，果然不愧是父子。所幸的是夏儿遇到了雪儿，不然的话，将来的夏儿谁能劝阻呢？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这孩子现在是真的让朕头疼啊！他今天面对朕的时候，可是一点都没有面对父亲的意思，甚至朕还从他的眼睛中感受到了杀气。陛下，其实你想一想，若是今日换作是臣妾被骂作怪物，你会如何？好吧，你护着他吧。唉，不过希望有了妻子之后，这小子的性格可以有所转变。武王居然是父王的儿子！公主殿下，这是隐卫从草原那边得到的情报。确定吗？确定，当年就是前朝余孽在长安城将殿下怀胎10月的徐夫人掠走的。北方的萧皇后亲口告诉属下，若这件事是真的话，那武王便是太子的血脉呀。武王居然是我弟弟吗？准备一下，我要去一趟长安。不可啊，公主。萧皇后乃是前朝余孽，他们说的话本就不可信。这武王到底是不是殿下的儿子，还有待考究。但是公主，李世民的暗卫遍布长安城，您要是去的话，怕是会遇到危险。在北方草原突厥内，萧皇后带着前朝余孽的杨正道以及一众皇室子女试图复国。虽然他们跟前朝余孽有所合作，目前的目标都是一样的，但是难免这其中有萧皇后的阴谋。若是虾仁不是太子的儿子，那公主去了长安城，不是自寻死路吗？林叔，不要劝我了，你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女儿家。虽然大家都愿意听从我的命令，
但就算是我们大爷成功，那这皇位谁来继承？而要是武王真的是父王的血脉，那岂不是说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就推翻李世民，夺回属于父王的江山，让这个弑兄的畜生死无葬身之地？确实是如此。现在的大唐太强大了，我们这样下去只能苟延残喘。就算是当初暗中支持大唐世家，但依然还是被大唐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不过要是虾仁真的是太子的血脉，那这件事就简单了，因为目前整个天下具备颠覆天下实力的人就只有虾仁了。确实可以赌一番。萧皇后此时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她只能依靠我们。这撒谎的几率虽然有，但应该不大。不过他们显然低估了萧皇后的手段，也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阴谋。那公主，属下就准备，让你以商人之女的身份进入长安城。多谢你了，林叔。本来渭水一战的时候，大唐必然会陷入风雨当中，甚至那一战李世民可能都要战死。但是谁也没想到，虾仁居然出现了，将本就绝境的大唐给拯救回来。若是虾仁真的是我弟弟的话，那该多好啊！那父亲的仇以及这大唐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若是虾仁真的是我弟弟的话，那该多好啊！那父亲的仇以及这大唐江山，岂不是唾手可得？此时远在长安城的虾仁并不知道，此时已经有人惦记上他了。虾哥哥，丽质啊！王爷，这位是？哦，她是大唐的公主李丽质，只是没有一点公主的样子而已。这么说的话，她就是王爷的亲妹妹啊！这么可爱的女孩子，也难怪王爷会喜欢了。参见公主。小子不要这样，不然的话，夏哥哥又不给我糖吃了。夏哥哥，昨天你跟凤凰吵架了？这算是什么问题？难道我要承认跟李世民吵架了，又或者告诉李丽质差点跟李世民不死不休？虾仁选择拒绝回答，直接转过头不搭理李丽质。不过接下来的时间，李丽质一直烦虾仁，从撒娇到讨好，总而言之就是让虾仁原谅他父皇。虾仁简直不厌其烦，偏偏还生不了气。知道了。这里便是长安城了吗？小姐不必震惊，这长安天城不管是设计还是材料的制造，全部都是出自武王之手。林叔，这武王当真是绝世天才啊！不只是在战场上纵横无敌，好像在这治国上应该也是天纵之才吧？没错，武王确实是一个绝世奇人。林叔，这岂不是很好吗？我看过虾仁的画像，真的觉得跟父亲长得很像。若是他真的是我弟弟，那岂不是父亲的大仇得报？是有这个可能性。按照萧皇后的意思，就是李世民的孩子当时刚满月就被丢到了渭水之内，基本上是不可能生还的。而殿下的孩子则是在徐夫人生下之后，被他们的一个侯官组织成员给带上了北方，想要利用殿下的孩子来跟大唐交涉。不过最后在到达北方秦岭的时候，因为追兵的原因，那个侯官组织的成员只能把婴儿丢在了秦岭深处，而虾仁是从秦岭中而出的，然后一路杀到了长安城，这一点完全符合。小姐，不管如何，倒是可以去试试。要是萧皇后没有欺骗我们的话，那一切都有希望了。林叔虽然不想承认，但是这长安城以及整个大唐，在那李世民的治理下，当真是很繁荣了。虽然不想承认，但是这长安城以及整个大唐，在那李世民的治理下，当真是很繁荣了。李世民确实算是一个不错的君主了，只是在血海深仇面前，这些都不能管了。而且，若是武王真的是殿下的儿子，那以武王的才华，将来治理的大唐，会比李世民的要更加繁荣。武王府内，虾仁正在凉亭内晒太阳。至于邹雪儿已经回家了，他父亲邹北业已经回来了。而且邹雪儿虽然已经将自己当作是虾仁的人了，但是在成婚之前，两人就住在一起，还是不太好。启禀王爷，门外有一个女子，说是武王故人。故人，让他们进来吧，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故人是哪里来的。小姐，这太冒险了吧？若是武王不是殿下的血脉，又或者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殿下的血脉，那我们今日岂不是自投罗网？武王仁义，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就算是最后不是我的弟弟，但
但是按照武王的性格，他只会在战场上捉拿我们，而不是这时候出手。两位，我家王爷有请。劳烦了。对这里，其实林叔还是很熟悉了。想当年，他负责保护李建成的时候，也是来过很多次秦王府，只是没想到时过境迁，这秦王府现在变成了武王府。王爷，人已经带到了。虾仁就这样慵懒地躺在椅子上，那3根头发就这样露在外面，看得管家是一阵摇头。自家的王爷是啥都好，就是太不在乎个人形象了。你们是什么人？参见王爷，我叫做李婉婷，这位是我的家仆林叔。你是何人？为何说是本王的故人？但是本王从未记得认识你这么一个人。此时两人都愣住了，因为看到虾仁转过身的时候，他们越发惊叹。虾仁跟李建成长得确实是有一些相似啊，只能说心中越是相信，这怎么看都是像。难道真的是吗？他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心中也是忐忑的，但是此时看到这一张脸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点把握了。他在说什么？什么叫做真的是？你到底是何人？王爷，请问你的小腿脚踝处是不是有一块红色的胎记？这他是怎么知道的？就算是雪儿都不知道我脚踝处有一个胎记。真的，小皇后说的居然是真的，你果然就是我弟弟，就是我父王李建成的遗父子。什么鬼？我怎么又变成了李建成的儿子了？我不是李世民的儿子吗？李建成不应该是我的叔叔吗？你到底在说什么？本王什么时候成李建成的儿子了？你真的是我弟弟啊！我们跟北方草原上的前朝余孽一直都有合作。当初在大唐建国的时候，前朝报复，进入长安城皇宫，掠走了当时的李世民长子以及怀胎10月的徐夫人。最后在追到渭水河畔的时候，徐夫人产下了你，前朝余孽们就将徐夫人斩杀，而后在权衡之下，因为当时父亲还是太子，所以就将李世民的孩子给丢到了渭水河，抱着你前往北方，准备未来跟大唐谈判。这故事真精彩，简直就是跌宕起伏啊！到了秦岭之后，因为追兵赶到，带着一个婴儿已经没有机会逃走了，所以最后那名侯官组织的人就将你给丢到了秦岭深处，一个人逃到了草原上。而9年后，你便是从秦岭而出，一路南下，攻城略地，一路杀到了长安城。你便是我的弟弟，太子李建成的遗父子。虾仁简直就被李婉婷口中的故事给惊呆了。这样的故事情节，要不是我早就暗中将基因跟李世民长孙皇后的基因对比过了，差点就信了。不过看他俩的样子，是真的将我当做亲弟弟了。看来这李婉婷是完全被草原上的萧皇后给忽悠瘸了啊！我想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弟弟。不，你就是我弟弟。难道你不想承认吗？若是你不相信的话，你就去调查，甚至可以去问萧皇后。以你的实力，应该很容易就可以从突厥把萧皇后抓回来吧。看看这个吧，这个应该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了吧？这不代表什么，当年又不是不可以从那李世民孩子的身上给取下。好了，不要废话了，我不是你弟弟，你们赶紧走吧，否则的话，你们的身份暴露就别想走了。好吧，或许刚刚得知这个消息，你一时之间难以接受，但是姐姐还是想说，你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你的身份永远都是太子李建成的遗父子。就算是你不想承认，但将来只要是李世民知道你真正的身份，恐怕就由不得你了。听着李婉婷的话，虾仁是极度无语，偏偏他还不知道怎么跟李婉婷说。难道告诉李婉婷，我家系统说了，我跟李世民的基因对比确实是亲生父子？想想都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哪里知道所谓的基因，他们所知道的不过是滴血认亲那一套。虾仁到底是李世民的儿子，还是前太子李建成的儿子？臣服。虾哥，刚才你也听到了，派人去一趟北方，突厥那边应该给我一个交代了。是，虾哥。对了，派遣一些人去暗中保护一下刚才那个李婉婷。虾仁也不知道为何他突然会生出这个想法。虾哥，那李婉婷乃是尹太子的后人，试图推翻陛下的统治，而虾哥你的身份，本王做事与他何干？而且他下手确实狠了，当年杀了也就算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少造杀戮吧。没事的，他没有出手捉拿我们，就说明他不是凉薄之人。同时，听闻前些天的时候，武王跟李世民直接闹翻了，武王甚至说了要起兵20万进攻长安。由此可见，武王跟李世民本身就不对付。
这也是必然的，毕竟武王掌控大唐的命脉，曾经大唐是在危难之际，李世民可以容忍，但是现如今大唐已经强盛到这种地步了，李世民自然想要过河拆桥，终有一日两者的冲突终究会爆发的。两人的交谈虽然很是小声以及隐秘，但依然还是被暗处的武王军暗探给全部探听到了。公主，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接下来怎么办？若是长时间待在这里的话，可能会遇到危险。去看看婉顺吧，整整9年没有见到她了。不可啊，公主，婉顺公主是殿下明面上遗留下来的唯一血脉，必然是被大唐严加看管的。到时候万一你的身份暴露，那一切都完蛋了。好了，我们小心一点，隐藏身份去就是了。看看婉顺，我们就离开长安城。而此时，他们的决定自然也被暗中监控的武王军暗探给发现了。什么？他们要去见文喜县主？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婉顺只有3岁，当时刚好去了皇宫找爷爷李渊玩，最后被李渊百般祈求以及保护，这才避免一死。不过李世民是何等心思缜密的人，他怎么会放过一点可能性呢？所以9年来，文喜县主身边一直都是有至少数十个暗卫监控。当真是不知死活。不过宁愿冒着被发现的危险，都要去见文喜县主，足以证明这李婉婷的重情重义。夏哥，怎么办？准备一下，我们去文喜县主的府邸。好的，夏哥。县主，门外有2人，说是你的故人，要见你一面，请他们进来吧。2位，你们是？婉顺，是我是姐姐啊。婉顺，是我是姐姐啊。之前来的时候，他就探查到了周围虽然有人监控，但都是在外围。姐姐，是我，是姐姐啊。真的是姐姐，你真的是姐姐。而此时，他们不知道的是，暗中监控李婉顺的人已经发现了异样，直接前往了皇宫，准备上报这件事。你确定？属下可以肯定，虽然没有听到，但是属下看到文喜县主看到那名女子的时候，很是激动，甚至直接扑到了那名女子的怀中。来人，出发文喜县主的府邸。走吧，我们也稍微快点，不然的话赶不上去，估计本王的堂姐可能就要交代了。公主，老朽感觉不对劲。妹妹，姐姐要走了，有时间的话再来看你。没事的，姐姐你快走吧，他们一直都在监控我的。你们擅自接触文喜县主，本将怀疑你们跟尹太子余孽有关，将他们全部拿下，押送到暗卫天牢审问。等等，武王，李君显，你这是做什么？这么大的动作？启禀武王，卑职怀疑这2人跟尹太子一脉有关系，因为他们从未在长安城出现过，但是却突然间来接触文喜县主，这绝对不正常。哦，原来如此，那你可以回去了，这2人是我的人。啊，王爷，您王府的人全部都是长孙大人跟陛下安排的，末将从不知道有这么2个人啊。他们是本王从幽州带来的人，难道还要给你们暗卫禀告吗？不敢，属下不敢。本王只是听雪儿说，在这里住着一位文喜县主，是个只有12岁的孩子，整日里粗茶淡饭的，好生可怜，故此才让本王的2个属下前来看看。虾人说到这里就不说话了，但李君宪不是傻子，因为这番话里面的漏洞百出，不过他不敢说出来，因为虾人的意思很明确了，这2人是我保下的，你不要查了。属下知错，冒犯武王了，属下这就告退。臣服，去外面看看，让那些监控的暗卫全部滚蛋，本王不喜欢被别人盯着的感觉。好的，夏哥。你胆子真大，不要小看长安城，这不是当初的长安，也不是当初的大唐了。弟弟，姐姐就知道你果然是一个面冷心热的好孩子，知道姐姐有危险了，立马就来救姐姐。放开本王！婉顺，这是你哥哥，亲哥哥哦。武王，是我哥哥。虾人看着李婉顺，这个小丫头此时还是怯生生的，她不过是12岁，但是从小就生活在黑暗中，被锁在这小小的府邸内，不知道为何，在小丫头的眼中，虾人看到了自己，因为前世的她不也是被锁在孤儿院里面吗？那种孤独自己可以理解，因为自己也曾经有过，所以虾人在这一瞬间心软了。我就是你哥哥。哥哥，
反正我是李世民的血脉，他算是我的堂妹，叫我哥哥也对。哥哥，乖，哥哥不走。弟弟，多谢你。我不是你弟弟。接下来，虾仁也没有回到王府，而是被李婉顺拉着参观自己的府邸。这个府邸很小，应该是以前某个小家族或者是小官员了。虽然对李婉顺来说住着很宽大，但是整个府邸内居然就只有2个丫鬟，到处都是破败的景象。虾仁的表情不太好看，因为李婉顺居然在这样的地方居住了9年，现在大了还好一点，难以想象3岁的时候是如何过来的。哥哥姐姐，晚上请你们吃饭。好。半个时辰之后，虾仁看着面前石桌上的菜，脸色一冷。青菜、糙米、蛋花汤，堂堂皇族文喜县主，居然就是吃这些东西？难道9年来就一直是如此吗？对不起，婉顺。哥哥别生气，婉顺已经习惯了。小兰、小云他们做的很好吃呢。看到他这么懂事，虾仁就越是愤怒，同时也对李世民越发的不屑。都是9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居然还记得，甚至连一个小姑娘都不放过。婉顺，跟哥哥回家吧。哥哥的王府很大很大，有很多姐姐可以陪你玩，同时有好多好吃的，而且哥哥那里还有牛奶糖哦。到时候哥哥还给你介绍一个姐姐给你认识哦，她叫做李丽质。可是哥哥他们不准婉顺离开呢。走，跟着哥哥走。今日哥哥要带你离开，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要给本王让路。王爷这是为何？本王要带婉顺走。不可呀，王爷，陛下有命令，文喜县主不得离开自己的府邸，否则的话就地斩首。那要是本王今日就是要将婉顺带走呢？王爷，这不可呀！要是陛下发怒的话，那可不好解决。回去告诉他，婉顺本王就带走了。若有疑问或有不服，那便来找本王吧。你说什么？去，给朕将武王找来，朕倒是要看看武王如何给朕一个交代。这邹雪儿的事情才过去几天啊，但是没想到居然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只能说这2父子的关系实在是太僵硬了。哇，哥哥，你家好大，好漂亮呀！以后这里也是你的家。怎么了，婉顺？来人，婉顺是本王的妹妹，带她下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是，王爷，小姐，请跟我们来吧。哥哥，还是让小兰他们带我去吧。好，那就让小兰他们也跟着一起去。婉顺不要担心，这里是哥哥家，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弟弟，你今日这么做，必然会引起李世民的怀疑，因为只要是关于父王的事情，李世民都会十分的敏感。这些年来，他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杀害了多少无辜之人。别叫我弟弟，我不是你弟弟。好好好，弟弟。洗完澡，换了一身新衣服出来的李婉顺，整个人就像是变了一个人。虾仁满意的点点头。王爷，李君献将军求见。又是他。弟弟，武王，看来这一次是李世民要召见你了。你将婉顺救走，必然会让他暴怒以及心生怀疑。臣服，保护好婉顺，本王去一趟皇宫。好的，虾哥。你难道不给我一个交代吗？婉顺不过是一个12岁的小女孩，根本就不可能对你的皇位构成威胁，你为何就是如此小肚鸡肠呢？女孩不构成威胁，你根本就不懂。难道你不知道，要是尹太子一脉死灰复燃的话，朕的大唐江山就会要拱手让人吗？这江山未来是你的，难道你还想保护那些企图你江山的人吗？李世民的话语让虾仁沉默，听起来是没毛病。尹太子一脉的人，终极目标就是推翻李世民的统治，将大唐皇帝的位置重新夺回去。在你眼中，江山是最重要的吗？江山为重。那不巧，在我的眼中，亲人感情才是最重要的。江山为重。那不巧，在我的眼中，亲人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你视若珍宝的大唐江山，你不愿舍弃的大唐皇位，在我这里玩世不如。婉顺的事情你就放心吧，她日后是我的妹妹。至于尹太子一脉，实际上对你已经是毫无威胁了。毕竟大唐不是9年前的大唐，这天底下谁还可以威胁你天可汗的地位呢？说完，虾仁就直接离去了。
李世民看着虾仁的背影，陷入了沉默。良久，李君宪这才走了进来。是啊，这个天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威胁到朕了。但你不同，你加上尹太子一脉的话，朕这皇位岂不是唾手可得？君宪，用尽全力去调查今日出现在文喜县主身边的那一个老者，以及那一个女子。这里或许终究就不适合我啊。按照暗卫的能力，估计少则10天半月，多则数月，绝对可以将我们的身份全部调查得清清楚楚。你这就将消息传递出去，告诉所有人，父王的血脉找到了，他就是大唐武王，让大家做好准备，等到李世民发现的那一天，就群起而攻之，哪怕是付出血的代价，都要将武王给救出去，因为他是我父王唯一的血脉，将来的皇位继承人。是，公主。林殊点点头，这件事就算是他不说，林殊也是会去做的。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太子没有儿子了，只剩下了女儿家的李婉婷，难免会让一些人失去信心。因为就算是真的推翻了李世民，但是这天下谁来继承呢？毕竟太子已经没有血脉了。但是现在不同了，虾仁的出现直接改变了这一点。上一辈的恩怨却要这一辈来还。就比如说李婉婷吧，试图在推翻李世民，但一开始真的是这样的吗？这些天林殊也给虾仁说了不少的事情，比如玄武门之变后，他保护李婉婷隐遁江湖，但谁知李世民不依不饶，一直派人追杀他们，不留一点余地。走投无路之下，这才决定反抗的。虾哥，北方的情报已经来了。说吧。婉婷公主所知道的一切，果然是北方的萧皇后告诉她的。果然是萧皇后这个6位帝皇丸。那这件事是她自己的意思，还是有突厥的意思在里面？果然是萧皇后这个6位帝皇丸。那这件事是她自己的意思，还是有突厥的意思在里面？这件事倒是跟突厥没关系。本来萧皇后打算靠着突厥势力给隋朝复国，只是因为出现了虾哥您这么一个变数，是您诛杀了协力，让他的计划彻底扑了空。所以在最后时刻，他准备来个玉石俱焚，利用您身世的秘密瓦解您跟陛下的关系。这个疯女人，如果我跟陛下因此闹翻的话，大唐势必会大乱。但是我们并没有编织甲的身份啊。您是这么想的，可是萧皇后他们居然也认为您就是李建成的儿子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虾仁自己都被搞懵了。当年正是萧皇后绑票自己这具身体的原主以及徐夫人，而萧皇后应该是最清楚自己身份的人，却对自己是李建成的儿子言之凿凿。一切都是跟婉婷公主说的一样，当初徐夫人生下了一个男婴，而这个男婴确实也是被丢在了秦岭深处，自生自灭了。至于大皇子，也可能是王爷你，确实是被丢到了渭水河内。系统，你现在麻溜肯定的告诉我，我到底是谁的儿子？不对，是我这具身体到底是谁的儿子？启禀主人，您当时穿越而来的时候，确实就是1个月的婴儿，同时也是被淹死的。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算了，不管这些了。虾哥，我们怎么办？这要是你的身份被皇帝发现的话，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毕竟任何人只要知道了当时有2个婴儿，不管是怎么看，都会认为您是太子遗孤，而不是大皇子吧。行了，这件事你别管了。不行，以李世民的性格，虾哥身份如果暴露，必将身陷囹圄。参见王爷。神医登门，未曾远迎，失敬失敬，多日不见，神医可还安好？多谢王爷关心，老道今日前来是想向王爷请教。那日在皇宫中，您用仙术创造出来的仙丹，简直就是神乎其神。但是老道我拿着仙丹的粉末回去研究，却一点头绪都没有。孙神医，虽然本王是精通一些医术，虽然可以教你一些，但是仙术的话，本王是没有办法了。孙思邈满脸失望，不过他也知道仙术这种东西乃是仙人所创造的，怎么会那么随意的就教导给他呢？而且真教了他，也未必真能学得会。不过虽然不能教导你仙术，但是本王好像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神奇的药材。孙神医，本王虽然不能教导你仙术，但是好像可以给你提供一些神奇的药材。半个时辰之后，王府的院子内已经摆满了各种药材，全部都是孙思邈的珍藏。王爷，贫道珍藏的药材可都在这儿了。系统，使用净化，选择方向，药效。
孙神医，你看看这些药草的功效进化的如何？这药效居然翻了10几倍不止，这简直就是神药，是神药啊！王爷，贫道日后愿意跟随在王爷的身边，效犬马之劳，还请王爷收留。孙思邈也明白，这种神奇的东西，虾仁绝对不会给别人的。孙神医，刚才的仙术你也看到了吧？你要是选择成为本王的手下，那就必须要接受一次仙术的洗礼，你的灵魂就会被本王所掌控。如果胆敢背叛的话，那本王一念之间就可以直接将你化作粉末，死无葬身之地。你可愿意？贫道愿意，还请王爷成全。什么？太上皇想见本王？自从那一天御书房的交谈之后，除了长孙皇后偶尔来过王府之外，李世民从未传召过虾仁。两人好像陷入了一个诡异的关系当中。本以为是长孙皇后或者是李世民，但是没想到来传召自己的居然是太上皇李渊。是的，王爷。不过太上皇希望王爷你可以带着文喜县主一起去皇宫。听到这句话，虾仁顿时明白了，估计是李渊想婉顺了，所以才来传召虾仁。询问了婉顺之后，婉顺也很是高兴。爷爷，是汪娘来了，谢谢你，武王。没事，婉顺是本王的妹妹，所以不需要谢。李渊点点头，知道虾仁不喜欢废话，当下让婉顺自己去一旁玩。武王，你现在不适合留在长安了，因为婉顺的事情，二郎已经怀疑你了，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对你出手了。虽然你自己不怕，但是你的身边，不管是你喜欢的女人，还是婉顺，他们怎么办？若是到时候遇到什么危险的话。启禀陛下，调查完毕了。说吧。陛下，通过调查，暗卫得知，当年一同被抓走的徐夫人确实生下了一个男婴，而且就是被抛弃在秦岭深山的北方萧皇后那边的消息也是正确的。武王好像真的是太子李建成的血脉。没想到啊，居然是在给仇人养儿子。他居然是李建成的儿子，这么说的话，当初什么溺水死亡，然后被仙人师尊救下，都是假的了。他就是李建成的儿子，然后确实被世外高人救下了，但不是溺水而亡又复活的，而是在秦岭的时候就被救下了。陛下，来人，去武王府，请武王。是。难怪虾仁一直以来都跟我不对付，现在想一下就合理了。要说责怪我们丢弃的话，那根本不对，因为虾仁已经知道了，当年是因为前朝余孽的时候他才丢失的，但为何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不愿意和我和好呢？究其原因，或许就是虾仁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知道自己是他的杀父仇人。进宫，这才刚刚从皇宫出来，李世民又立马来传召了。武王，李世民或许已经调查清楚一切了，这一次去皇宫，怕是鸿门宴呢。臣服安排一下，将他们全部带走。对了，还有邹家之人也全部带走吧。武王，你难道还要去皇宫？要是进去了，那就真的是插翅难飞了。有些事情还是需要一个了断的好。小虎，若是皇宫出事的话，你就跟小龙和坤坤他们将所有人带走，前往北方吧。哥哥，没事的，婉顺，哥哥可是天下第一啊，没有人会是哥哥的对手。走吧，李将军。看虾仁的样子，难道说他已经知道一切了？但要是知道的话，就应该不会跟我进宫了。武王，果然跟我查到的一般无二。如何？看了上面的这些，你有何感想？很精彩，很详细。没想到本王居然还有那么一段过往。乱臣贼子，你就是一个乱臣贼子！我从他的父亲变成了杀父仇人。虾仁居然是大哥的儿子。
哈哈哈哈哈！如果你只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得到了这木雕，又恰好长得相似，那该多好啊！可是你偏偏是李建成的儿子。来人！娘娘，不好了！快，去太极殿！武王，难道你就什么都不想说吗？朕那般信任你，但是你呢，居然一直都在欺瞒朕。你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朕的信任，甚至假冒朕的儿子，兵不血刃的拿到这大唐江山吧。虾仁心头一抽，这是这具身体在痛。此时，在大军之中，秦琼、尉迟恭、程咬金等等大唐武将，全部都是换上了虾仁做的盔甲。他们没想到，天下本已经太平，但是这一穿上盔甲，居然就是要对付武王。大家的眼中其实都满是复杂的。其实真的要说的话，虾仁也是大唐的皇太子，甚至他才是正统。李世民是通过玄武门之变抢来的，只是可惜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既然是李世民的臣子，那效忠的人自然就是李世民了。更何况在场的大臣大部分都参加过玄武门之变，李建成的死或多或少都是有点关系的。虾仁既然已经被肯定是李建成的儿子，那保不齐虾仁将来不会给自己的父亲报仇。今天李世民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一拥而上，将虾仁给镇压。陛下，这是为何？皇后，你还是先看看这个吧。这不可能！不，这上面说的肯定是假的，肯定是有人想要陷害夏儿，想要挑拨他们父子俩的关系。夏儿，告诉母后，这不是真的。夏儿，告诉母后，这不是真的。母后，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武王在渭水一战的时候救了陛下，而后掉入了一个龙形木雕，那个木雕入便是当初大皇子身上的，再加上武王和陛下相似的面容，就一直被陛下以及娘娘认为是失踪的大皇子。娘娘信我否？一句话让长孙皇后愣住了，看着手中的情报，再去看着面前的虾仁，一时之间她的眼中满是痛苦之色。虽然她很想喊出她相信，但是手中所看到的这些都在告诉她，这一切都是真的，虾仁真的不是她儿子啊。看着长孙皇后怀疑的目光，对虾仁来说才是伤害最大的，让他此时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心如死灰。是，那又如何？本王就是李建成的儿子，渭水一战出手救你，首先是为了天下百姓，其次便是为了让你亲手死在本王的手中，为亲人报仇，拿出武王神骨等等，只是为了天下而已。而后还可以获得你的信任，夺取大权，灭杀世家，镇压北方，只是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地盘，培养属于自己的势力，有朝一日可以跟你抗衡。这些足够了吗？好啊！既然如此的话，那今日就不要怪朕心狠手辣了。看着场中被数万大军包围的虾仁，李世民缓缓地闭上眼，不知道为何到了下令的时候，他居然迟疑了。但是一想到方才虾仁所说的一番话，他的怒火就瞬间上来了。禁卫军听命！武王虾仁乃尹太子余孽，潜入长安，居心不轨，传朕命令，就地格杀。为何？皇后，你这是要做什么？陛下，放过他吧。当年您灭杀王兄一家的时候，臣妾不敢劝阻，是因为不杀王兄，他就会杀我们。但是夏儿不同，臣妾相信他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的，是因为不杀王兄，他就会杀我们。但是夏儿不同，臣妾相信他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的。关银璧，你太天真了，朕跟他有着血海深仇，
他的性格你也知道，确实是重情重义，但就是因为他重情重义，朕才不会留下他。启禀陛下，长安天城外突然出现了数万大军，发动了对长安城的进攻。他们好像是引太子一脉。与此同时，长安城内多处发生了暴乱。看到没，王后，你看到没？他就是李建成的儿子，就是一个孽障，不是我们的儿子。否则的话，为何这些引太子余孽要冒着必死的风险来救他？为何？没错，虽然你是尹太子的儿子，不是本宫的亲生儿子，但是这又如何？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本宫就感觉到了那种亲切感。你是一个好孩子，本宫命在旦夕的时候，你千里迢迢第一时间从北方赶来，这些加起来，难道还不能证明你自己吗？听着长孙皇后的话，虾仁心触动了一下。而且就算你不是本宫的亲生儿子，那又如何？因为在本宫的心中，你永远都是本宫的儿子。虾仁很感动，但是他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经无法逆转了。此时的李世民还有文武百官，甚至之后的天下人都会认为虾仁乃是李建成的儿子。而且自从李世民下令就地格杀的时候，虾仁就跟他不会再有缓和的余地了。对不起，娘娘。不要！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她的儿子，这两人居然要生死相拼，长孙皇后如何可以接受呢？来人，将皇后带回来。本王早就料到会有今天了。那你死否？上，全部一起上！朕就不信，他就算是再强大，在这样紧密的包围下，难道一点事都没有吗？站！回避！他是李建成的儿子，他要的是朕的皇位，要的是朕的江山。今日朕要是不杀他的话，那死的便是朕。不知道为何，虾仁看到李世民对着长孙皇后大吼的时候，整个人的情绪波动十分的大。李世民，你该死！陛下！整个太极殿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是紧张的看着上面的虾仁。只见此时虾仁手中的如意长枪架在了李世民的脖子上。你怕了？哼！成王败寇，你就杀了朕吧，这样也好。只要杀了朕，你就可以给你父亲报仇，你就可以拿回原本就属于你们家的皇位了。武王，放过陛下，你提出的任何条件，我们都愿意答应。没错，只要放了陛下，今日你们全部都可以离开长安城，不然的话，就算是你一个人可以离去，那文喜县主他们就未必可以了。不过面对他们的威胁，虾仁是不为所动，因为陈福已经将众人带走了，而且随行的还有小龙、小虎和坤坤，就算是数十万大军都阻挡不住。小儿，冷静！从你要对本王出手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你的下场。李世民沉默不语，他只是后悔自己之前大意了。明明知道虾仁有在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的强大实力，为何要将他宣召入宫呢？小儿，求求你放过陛下吧！求求你放过他吧！因为励志以及娘娘，本王这一次就放你一马。不过本王还是要告诉你，若是还有下次的话，就休怪本王下手不留情了。这一次放过你，从今往后与你再无瓜葛，欠你的也算是彻底了结了。虾仁这句话里面蕴含着太多的意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虾仁所说的无之血肉，再无瓜葛，岂不是说他的血肉都是来自李世民，他就是李世民的儿子？虾儿，你……长孙皇后浑身颤抖，看着虾仁不敢置信。虾仁对着他微微一笑，不知道为何，在说出再无瓜葛这句话之后，虾仁只感觉浑身一轻。抱歉了，娘娘，感谢你才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他真的是我儿子，而不是李建成的。从头到尾都是朕错了，朕错了。从今往后一刀两断。就在虾仁跳跃到空中的时候，一声龙吟从天而降，
只见一颗巨大无比的龙头缓缓地露出。那是神龙。我们走吧，小龙既然来接我了，那就说明雪儿他们已经安全了。驾龙而去，武王这夏哥哥是我的亲哥哥吗？长孙皇后泪水不停地流淌，苦涩地点点头。她很痛苦，以为儿子都已经回到身边了，但是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陛下，臣妾今日累了，就先回去休息了。这是不是做错了？李世民的话让大臣们都是低着头，没有人敢回答。李世民不愿意相信虾仁，而后将虾仁给逼迫走的。甚至今天的这个场面，还是李世民一手造成的。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啊！你到底是要我李家如何？兄弟相残就算了，现如今就连父子你也不放过，你到底要如何？情况如何了？小太监随后缓缓地将一切经过说了出来。什么？武王就是本宫的哥哥，难怪小时候见到虾仁就有一股子亲切感。原来虾仁居然是我的同胞兄弟。宫中传闻，陛下曾与大臣们商定，将来传位给武王，因此一直重点培养他，赋予了他极高的权力和地位。若非此次误会，武王或许早已登基。父皇，你居然如此做！既然如此的话，那父皇就不要怪儿臣了。灵儿，当年他铁石心肠，就算是本宫苦心哀求，他都不愿意放过你。既然是他先不仁不义的，就不要怪本宫了。这一次，本宫要给你报仇。看，是神龙。虾仁轻轻地将雪儿抱在怀中，轻声安慰：“我等参见太子殿下。”诸位，很感谢你们来救本王，但是本王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们，本王不是你们的太子。武王，我们可以单独聊一下吗？你直言便是。你其实是李世民的儿子，失踪的大皇子吧？既然都猜到了，那之前为何？那些都不重要了。如今我恳求你，就接下我弟弟这个身份吧。你这又是为何？当年跟随父王的叔伯，为了助我父王复位，如今四处逃亡。如果你能继承父王的身份地位，重新执掌他们或许能恢复正常的生活。看着面前坚定的李婉婷，虾仁忍不住叹了一口气。对于李婉婷来说，放弃对父亲报仇是不孝；对于天下来说，避免祸乱以及死亡是大义。好，本王答应你。从今日起，武王将会继承我父王的地位，成为尹太子一脉最高的掌控者。诸位，本王已经跟李世民闹翻了，这中原大地还是不要带了，随我前往北方燕云16州吧。是，我等遵命。报！启禀大人，我们的战马全部都变小了。报！启禀大人，我们的兵器铠甲居然全部都变成了以前的模样。啊！看来这都是武王的手笔了。我大唐居然被一招就给打回了原形。不过武王还是念旧情的。只是把东西都恢复原样，并未泯灭。长孙大人，现在该如何是好？多年不见的饥荒以及暴乱，估计会重新爆发呀。本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虾仁相隔千里，却好似暗中掌控着大唐。本官愿意充当使者，去跟武王谈判，祈求他可怜天下百姓。众人齐刷刷的转过头，都是这个官员赫然是邹北业，邹喜儿的父亲。邹大人，你真的愿意去？本官愿意。武王想必不会罔顾天下百姓的生死，毕竟当初的武王甚至愿意为了流民而拿出万金救济。虾哥，大唐的战马全部都变小了，兵器铠甲全部都变成了以前的模样。现在大唐已经彻底大乱了，很多百姓都在涌入我燕云等地。知道了。当初让系统远程操作，不过是为了发泄一下心中不爽。虾哥，百姓民不聊生，是不是不太好？无需担心，想必大唐会马上就有动作，他们自会来求我。虾哥，还有一事，尹太子一脉的人，希望你以燕云建国，登基称帝。不要，区燕云16州，要是建国的话，岂不是丢人？此事莫再提，日后还是继续叫武王吧。启禀王爷，大唐使团来了。哥哥去一趟。
李世民派遣来的使臣居然是岳父你。不过岳父，你可别抱什么希望。启禀武王，陛下自从那一日之后，就卧床不起多日了。目前的朝政是由长孙大人打理的。卧病在床，他卧病在床，跟我有毛关系？岳父大人，有事直说吧。公事谈完的话，带你去看看雪儿。这些日子他很想你。邹北业点点头，而后就开始诉说起来，将国内的百姓说的是多凄惨。他知道虾仁在意的只有百姓，虾仁确实被说动了，但是他不是轻易就会服软的人。那你大唐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武王，你要什么代价？大唐税收的2成。长孙大人，陛下他们绝对不会答应的。就算是武王你收回仙术造物之前，大唐税收能够储存下来的也不超过3成呀。答应与否，岳父大人，你让人回去问问便可。本王想，比起大唐崩溃来说，这条件不算什么。邹北业苦笑不已，但是他张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大唐对不起虾仁，他也没资格让虾仁放过大唐。下官这就叫人将消息送回去，让陛下跟长孙大人决策。什么？这是武王的条件？这个条件太为难人了吧？以武王的性格，这事怕是不容争辩了，只能去打搅陛下了。看来他是心中有气呀。陛下，李世民点点头，给了长孙皇后一个放心的眼神。经过这一次的事情，李世民就像变了一个人，收敛了身为皇帝的傲气。同意武王的要求，这江山他唾手可得，他就算不感兴趣，他的手下也会唆使他拿到江山的。这2成的税收给武王，又何尝不是留给未来的大唐呢？经过这一次的事情，陛下还愿意将皇位给虾仁吗？不是朕愿意给他，而是朕不得不给他。偌大的江山，可以继承朕皇位的，居然就只有被朕亲手逼走的大儿子。武王，陛下已经同意了你的条件，从今往后，大唐的税收其中的2成将会直接被送到幽州来。王爷，实际上你还是不舍大唐的吧？那是我跟李世民的个人恩怨，没有必要去波及整个大唐以及百姓。那王爷，说是有朝一日大唐的皇权更替陷入混乱的话，你会如何做？因为婉婷姐姐告诉了我一些事情。随后雪儿就将从婉婷那边知道的事情告诉了虾仁。当年那个乖巧的李承乾，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居然疯狂到了这种程度。在虾仁与大唐达成交易后，整个大唐发生了异变，曾被当作普通物品的仙术造物重新恢复了神奇。虽然表面上平静了1年，但风雨已悄然逼近。虾哥，这是长安城内送来的情报。李承乾终于要动手了吗？没想到这太子篡位居然提前了这么多年，为何非要造反啊？虾哥，这太子造反，其一是因为你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想必就是因为仇恨。仇恨？这怎么说？数年前，太子李承乾在民间遇见一名少女，2人一见钟情。尽管他不能成为太子妃，让她成为自己的一个妻妾，想必疼爱他的李世民跟长孙皇后都不会拒绝他。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少女竟是尹太子一脉之人，其父亲是尹太子一脉的首领。难怪李承乾那小子会性情大变，原来是因为一个女人。虾哥，这件事我们要管吗？不管了，不过暗中派遣一些人保护皇后娘娘跟丽质。李承乾怎么造反，怎么杀死李世民，都跟我们无关，只要保护好娘娘跟丽质就好了。陈福满脸无奈，但是也不敢说话。按照他的想法，就是趁着这个机会直接入主中原，而后直接成为大唐的皇帝。不过可惜，他家的虾哥好像是对这个皇位没有丝毫的兴趣。王爷，或许我们可以去一趟长安。这位是小女子赵灵，参见王爷。赵灵不是早就已经被李世民全家处死了吗？怎么还活着？因为灵儿是双胞胎，她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妹妹。当初灵儿跟李承乾认识的时候，并不知道她的身份就是大唐的太子，而后因为跟李承乾互生爱意，自然而然的就被李世民给注意到，从而导致了他们一家人的暴露。不过那一次，因为一些其他的事情，灵儿不在家，代替她被抓走的人便是她的亲妹妹。都是我，要不是因为我的话，父亲、母亲
还有妹妹都不会惨死了。既然这么说的话，你家人的死都是跟李承前有关，为何你现在还要回去呢？难道说你不恨李承前了吗？自然会恨，只恨当初为何遇到的是他。但是比起他，我更加恨的是我自己。这一次他准备造反，也是为我报仇，但势必会造成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灵儿觉得心中有愧，所以祈求王爷送我去长安，将这一切都了结了吧。好，既然如此的话，那本王就带你去一趟长安。唉，承前，他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吗？陛下，现在应该如何？李世民眼中满是绝望之色，大儿子被自己逼走了，直接远去北方，从此恩断义绝。而如今的二儿子也是被自己亲手给逼上了造反的道路。你们看着办吧，留他一命。是，臣等遵命。准备好了吗？启禀殿下，已经准备就绪了。侯君集沉声回应，果然还是跟历史上一样，还是上了李承前的破船，跟他一起造反了。他支持李承前造反，毕竟这一年来，李世民一直都是卧床不起，甚至这朝政基本上都是给长孙无忌等大臣管理的。诸位，今日杀入皇宫，助本王登基的话，那你们就是从龙之臣，将来荣华富贵、权势地位，一应具有。殿下，你就下令吧。今日皇宫执勤的禁卫军全部都是我们的人，只要您一声令下，就可以直接拿下皇宫，逼迫陛下写下退位诏书。既然如此的话，那一切就按照计划行动。启禀陛下，太子殿下带着侯君集、一众大臣以及数万兵马包围了皇城，现在正在冲击朱雀门，快要挡不住了。诸位，今日杀入皇宫，助本王登基。报，启禀陛下，太子和侯君集带人攻进来了。唉，终于来了，都是朕咎由自取啊！这感觉就像当初仙儿用剑划破朕脖子一样，让朕心痛。此时李世民经完全忏悔了，因此他对李承前的造反丝毫不生气。只是李承前走到了这一步，那今后整个人就算是完了。皇上，扶朕出去吧。是，陛下。哟呵，就这么几个老掉牙的，他们又不是武王，如何可以抵挡数万大军的包围？今日看来事成了，儿臣参见父皇。长大了呀。当年胆小怯懦的承前，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为了一个杀伐果断之人，居然连造反的事情都敢做了。父皇，当年你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今日儿臣却也可以学一番父皇，请父皇退位吧。居然连诏书都准备好了，看来为了今天的事情，你确实做了很久的准备。当然，自从那一天开始，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个时刻。你知道，当你将灵儿杀死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多么的绝望吗？那你准备如何？是要杀了朕吗？殿下，情义大事为重，赶紧让陛下写下诏书。没错，本王要成为皇帝，本王要推翻你的一切。灵儿不是乱臣贼子，本王要立她为皇后。快，赶紧写诏书。比起你哥哥，你真的要差了很多。又是他，为何你们之前不告诉我，武王就是我哥哥？要是我知道武王是我哥哥的话，灵儿就不会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李承前的话让众人一愣，虽然感觉逻辑不通，但也不是不无道理。因为虾仁连所有太子余孽的人都可以救下，更不要说一个灵儿了。何况当初要是早知道虾仁就是自己的哥哥，李承前绝对会到北方去求情虾仁的。还有，你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耍我，在你们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他的替代品罢了。你早就想要废掉我这个太子，然后册封武王。你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耍我，在你们的眼中，我只不过是他的替代品罢了。你早就想要废掉我这个太子，然后册封武王。对不起，承前。若是你真的感到抱歉的话，那就写下诏书吧。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你就是不肯？难道你现在还是要将皇位留给他吗？他可是大唐的叛徒，甚至还差点杀了你，而我才是你的太子。
你现在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甚至你内心深处根本就没做皇帝的想法，单纯的只是因为对朕的仇恨才造反的，不过是受了一些小人的蛊惑而已。而且，若不是朕想让你进来见朕，你以为你能那么轻易的踏入这大殿一步？这是怎么回事？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一年来，你自认为你的准备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没想到的是，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朕的掌控之下。看看你周围的人，近半数都是朕安排的，你倒是帮助朕将这些不臣之人找了出来。听到此话，侯君集等人此时都是脸色大变，他们万万没想到，谋划了这么多年，居然还是一败涂地。程前，束手就擒吧。只要愿意投降的话，这一次的事情朕就不追究了。少虚情假意了。当年我跪在地上祈求你放了灵儿一家的时候，你是怎么做的？成王败寇。既然今日是我输了，那要杀要剐就随便你。程前，你糊涂！啊！母后看到长孙皇后的时候，李承前整个人都愣住了。虽然憎恨自己的父皇，但是对母后长孙无垢，李承前还是十分敬爱的。因为从小到大，长孙皇后就对待他们极其的温柔。承前，听话，听母后的话，快过来！母后，儿臣对不起你。殿下不要，逼宫失败，必死无疑。与其如此的话，倒不如拼死一搏。是儿臣错了。母后，是儿臣错了。看着已经失去斗志的李承前，侯君集眼中满是失望。既然太子殿下如此的话，那莫怪老臣了。刹那间，侯君集一把扣住李承前，手中的长刀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大胆，侯君集！不要！放了承前，不要执迷不悟，朕不会为难你。若你敢伤太子，朕定让你九族给你陪葬。陛下，不要怪老臣，老臣已经是必死无疑了。只要陛下让老臣安全离开大唐，自然会放过太子殿下。陛下，莫怪老臣了，只要陛下让老臣安全离开大唐，自然会放过太子殿下。侯君集，朕答应你，只要你放了承前，朕绝对不会动你一下。李世民，你不要装了，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们这些陪你一起打江山的老人还不知道吗？当年连自己的亲兄弟全家都可以灭，又怎么会放过我侯君集呢？侯君集，你千万不要犯傻啊！你们都不管苏苏了吗？你要是出事，那苏苏跟孩子怎么办？果不其然，侯君集出现了一瞬间的恍惚，好像是有点动摇，但是可惜的是，那也只是一瞬间而已。不要废话，我只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准备1辆马车，然后放我跟我的部队出长安。只要等我离开大唐的境内，自然会放过太子的。李世民脸色铁青，他不喜欢威胁的感觉，但是今天为了救下李承前，他只能选择服从了。好，只要你保证不伤害他，朕就放你走，不然的话，朕保证，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朕都要追你死。说起来，你还真的是自作孽不可活啊！要是武王还在长安城的话，那我们绝对是不敢逼宫的。与其如此，倒不如一死了之。母后，儿臣不孝，今生恐怕只能先走一步了。若是来世还做母后的儿子，愿意穷尽毕生还尽孝道。不，承前，不要！父皇，母后，来生再见。不，这不是真的。杀！给朕杀他！侯君集，此人来。尉迟恭大喝一声，侯君集不敌，当场殒命。承前无儿，看来还是来晚了。我们走。承前，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承前，当时我没有死，因为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当时代替我被抓走的就是妹妹。后来全家人因我而死，我便离开了长安，去了幽州。承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很恨你，恨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面前，恨你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但是现在看到你，我发现我真的恨不起来了。对不起。承前，此时这样的结果，应该让他自己静静。承前，等着我，我马上就来陪你。承前，
奈何桥上漫天草，等等我。他俩的尸体，本王带走了。李世民看着面前的虾仁，沉默了良久。那就交给你吧。多谢大哥，多谢武王。这一次是你们运气好，孙思邈刚好有一堆千年药材，炼制出了3枚活死人、肉白骨的仙丹。多谢大哥。若是没有大哥的话，别多想，只因雪儿不忍你们有情人难成眷属，好不容易重活一次，从今往后隐姓埋名的过日子去吧。放心吧，都送走了。你也真舍得，那可是2颗救命仙丹呐。雪儿不过是给夏哥找一个救人的理由罢了。那仙丹可以活死人，却不能治疗你的眼睛。没事的，只要可以陪伴在夏哥身边，你就是我的眼睛，替我看遍这世间繁华。听着雪儿的话，虾仁微微一笑，但是突然间他浑身一颤，好像想到了什么。怎么了，夏哥？没事。启禀王爷，皇后娘娘求见。求见。日后皇后娘娘来的话，直接带来见本王，要尊敬。是，王爷。对了，李世民要是来的话，就直接给本王拦在门外，没有本王的命令，不要放进来。夏哥哥，哦不对，喊错了，应该是大皇兄。立志还是叫虾哥哥吧，我可不是你皇兄哦。此时的长孙皇后还沉浸在李承前死去的阴影中，虾仁迟疑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有将真相告诉长孙皇后。他答应过李承前保守这个秘密。娘娘，夏儿，这一次你准备在长安待多久？雪儿，你怎么了？痛，眼睛好痛。夏哥，系统，雪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基因变异产生的，现在爆发出了基因毒素，开始侵蚀身体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移植眼珠。移植的眼珠还要能抵抗基因毒素，而现在符合要求的只有主人你。雪儿，你放心，我会救你的。娘娘，请你一定要照顾好雪儿，我这就回去将孙思邈带回来。母后知道了，你快去快回。来人，快把孙思邈带过来。武王，这是……边走边说。什么毒素？没错，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便是把本王的眼睛换给雪儿。只有本王的双眼可以压制毒素。啊！让属下亲手将王爷的眼睛摘取下来，属下绝对做不到啊！沉默良久，虾仁低声说道：“孙老道，你知道雪儿对本王来说有多么重要吗？求求你，孙神医。”王爷，这又是何苦呢？在进行治疗之前，需要调养一下邹姑娘的身体，整个治疗过程至少需要10天。去后宫吧，皇宫后山有一处院子，派遣士兵把守，绝对安静。李世民说完，期待地看着虾仁。虾仁沉默了一下，终究还是接受了李世民的好意。多谢。这谢我了，这谢我了。皇后。你说孙神医可以救活武王妃吗？既然孙神医那么有信心，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我们只要在这里等待10天就可以了。长孙皇后虽然如此回答，但身为女人的敏锐让她感觉孙思邈是隐瞒了些什么。孙神医怎么做？老道先配置一副麻沸散，减轻王爷王妃的痛苦。给你，本王不用麻醉了。啊！抓紧时间给雪儿换眼。那给你，本王不用麻醉了，抓紧时间给雪儿换眼。王爷呀，您这又是何苦呢？好了，不要废话了，快开始吧。
感受到逐渐沉睡下去、缓解疼痛的邹雪儿，虾仁紧闭着满是鲜血流淌的双眼，嘴角挂起了笑容。不知道为何，看着这样的场景，孙思邈觉得自己心中憋得慌。王爷，那老道我就要开始了。开始吧，孙神医，小心一些。让老头子我小心，但是你自己呢？甚至连麻沸散都不用。我话还都没说完，就一把将自己的眼珠给摘下来了。这到底是爱到了什么程度啊？为了自己心爱之人，可以做到这般程度？王爷，要不老道我先给你上药。你快点吧，本王没事，这点小伤不碍事的。是，王爷。所幸的是，当初虾仁就将系统内记载的后世医术交给了孙思邈，不然的话，今日还不知道怎么换眼。在虾仁的感官中，现在只能听到的是孙思邈手术器具的碰撞。虾仁双手紧紧地捏成拳头，整个人额头上满是汗水。王爷，取下来了。那还停什么？赶紧继续啊！快将本王的眼镜给雪儿换上去。王爷，不要着急，现在还不能换，需要用调制好的药液去温养一下眼眶，至少要温养2天的时间，这才可以开始移植。而在移植之后，同样还要通过各种药方修复眼珠跟大脑的链接，整个过程大概要10天的时间。原来是这样。王爷，这边。雪儿，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雪儿，马上你就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孙神医，如何了？诸位进来吧。陛下，还请让宫女们将整个大殿用黑布笼罩，稍微露出一点光芒即可。成功了。孙思邈点点头，李世民连忙对一旁的王生吩咐，不多时，一群太监宫女用黑布将整个大殿给遮挡住。按道理，这种关键的时候，虾儿不会不在的啊。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孙思邈拿起一根银针，轻轻地在雪儿的眉心扎了一下。雪儿，你感觉如何？娘娘娘娘，王爷呢？王爷去哪儿了？还需要另外一位药材，王爷去采药了。王妃，接下来我慢慢地放下你眼睛上的白纱，你睁眼的时候慢一些。邹雪儿心中可惜，自己将要看到的第一个人不是虾仁。你尝试一下，慢慢睁开双眼。这刺眼的东西是什么？那是光。光，王爷跟我说过，光是温暖的。好，真的好了，夏儿一定会很高兴的。娘娘，王爷呢？我的双眼恢复，王爷绝对不会不在的。是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此时李世民等人也都是反应过来了，以虾仁对邹雪儿的在意程度，绝对不可能缺席这种时刻的。眼看这个秘密是瞒不住了。孙十一，你倒是快说呀！陛下娘娘，你们跟老道来吧。这是怎么回事？王爷，雪儿，对不起，说好了，要是将来你可以看得见，第一个看到的人应该是我才对。王爷，你的眼睛怎么会这样？这就是雪儿你眼中的世界吗？还别说，雪白雪白的挺美。